全球极夜降临，所有人都像囤金症患者一样，疯狂地往地下室里塞满灌满河水，你却反其道而行，花光所有积蓄买下一辆报废的列车，梦想打造一座移动的铁皮堡。结果呢，你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话。全球电网都瘫痪了，没电，火车怎么跑？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你觉醒了机械之心，现在吞噬机械，获得神秘技能；扫描机械，获得制造蓝图。甚至你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驱动任何机械。无限列车计划，这个疯狂的想法就在你脑中诞生。组建一列全副武装的重型列车，沿着蓝星那32万公里的环形轨道，一路逃出这该死的急。你在网上发布的招募计划，就像石头扔进了黑洞，连个回音都没有。没人会相信你，直到那天，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你曾经的大学老师陈思雪。我想加入你，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拒绝。我需要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不是累赘。等等，我父亲曾经是环形轨道的1级维护师，我知道全部1266个停靠站点和625段备用检修轨道的位置。我懂多国语言，可以当你的翻译。我吃的很少，还会做饭。只要你带我走，你的所有要求我都可以答应。地点，我来接你。江州路玉水花园3座901。他还没来得及重复第2遍，手机就彻底黑屏关机。啊！听到了，他一定听到了。然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开始翻箱倒柜，找出所有和环形轨道有关的书籍资料。这就是我的机会，还来得及。确实打动了我。与此同时，你看着挂断的电话，也叹了口气。陈思雪的话确实打动了你。环形轨道围绕整个蓝星，途中情况复杂，一个活地图远比失去导航功能的电子地图有用得多，更别提那些地图上根本不会标注的检修段和特殊连接线。还有一点，陈思雪算是熟人。你收起电话，立刻打开地图，搜索他所在的位置。江州市现在已经彻底沦陷，街上不是掠夺的暴徒，就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幸存者都龟缩在各自的庇护所。7.2公里，末日之前打车不过10几分钟，现在交通瘫痪，路桥损毁，你估摸着就算骑摩托车也得半个多小时，而且那边的具体情况谁也说不准。你目光闪动，心中再次叹息。陈老师，希望你有让我为你冒这个险的价值吧。你吃完晚餐，开始整理今天的收获：2个罐头、2瓶水、1包过期薯片。奇怪的是，偌大的背包里，食物和水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剩下的却是一堆奇奇怪怪的杂物，几部破手机、1台音响、1个烂剃须刀，还有一个吹风机。这些别人眼里的垃圾，在你眼里却是十足的宝贝。你嘴角一斜，将手放在那台音响上，霎时间，微弱的荧光在你手心和瞳孔中浮现，你的头发无风自动，一股奇异的力量开始流动。片刻之后，荧光消失，被你触摸到的音响瞬间腐化成一小撮褐色的灰烬。吞噬成功，机械原点+1，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1，额外奖励你的力量增加1等。熟悉的光幕在眼前亮起，你眼中一喜，一个破音响居然换来一点力量提升。原来的你不过是个弱不禁风的大学宅男，现在的你几乎可以一口气完成100个单手俯卧撑。一开始你还以为自己的异能很废，但现在你越来越觉得这能力的成长空间大得惊人。看来还是得找些功率更大的家伙才行。然而，让你没想到的是，当你将那个吹风机吞噬之后，眼前的光幕突然金光一闪，额外奖励你获得风炮技能。风炮凝聚空气于指尖，轰出冲击。第一次从机械吞噬中获得技能，如果全力使出，应该勉强能对付极夜中的那些怪物。现在全球各地出现了13个直径数百公里的吞噬区域，官方称之为星渊。它们不断向四周辐射黑幕，极夜之下，天灾、异兽、尸潮接踵而至。一道细微的声响惊醒了浅睡中的你，立刻拿起防身的短刀，悄无声息地来到大门后，凑到猫眼上往外看。走廊里空无一人，你观察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准备回去睡觉。可你刚走出2步，身后的铁门忽然传来一道诡异的敲门声。真的有人？还是说那些东西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处？这不是楼下的李大爷吗？可他明明已经死了，丧尸又怎么会敲门？让我妖怪设陷阱骗我开门。你忍不住好奇，又看了一眼。这一次，你赫然发现李大爷的尸体正悄无声息地站在那女孩旁边，然后缓缓弯下腰。霎时间，你瞳孔猛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李大爷的尸体背后居然攀附着一只长满细长肚子的人。
如同黑色蜈蚣的怪虫。那怪虫的大小几乎占据了他整个背部。李当吸一口凉气，只见那怪虫的步足缓缓挪动，带动着李大爷的双手抬起，然后朝着那女孩猛扑过去。你心头一紧，以为那女孩死定了。就在这时，一道无形的冲击波突然从女孩身上爆发出来，轰！一声巨响。该死！搞出这么大动静，陈牛居然还在昏迷，定是某种异能者，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你。你来到驾驶舱，找到了一个黑色的遥控器，在隧道的另一头，你早就设置了一个遥控的大型扩音器，就是为了在这种被尸潮围困的情况下，启动车辆时用来当诱饵。远处巨大的音乐声传来，瞬间吸引了所有丧尸，他们没头没脑地朝着声音的方向奔袭而去。没过一会儿，列车外的抓闹声就逐渐安静了下来。你松了口气，打开手电，开始检查那女孩的伤势。但让你意外的是，女孩身上竟然没有任何外伤，那些血污似乎都不是她自己的。这女孩有古怪，你看着沉睡的小萝莉，暗自无奈。她的出现完全打乱了你的计划。这女孩有古怪。带上这么一个不稳定的音乐，对你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风险。思虑之下，你找来几条绳子，将正在沉睡的女孩手脚都捆得结实，然后把她抱到2号车厢，找了条毯子让她躺在上面。做完这一切，你才回到1号车厢，开始思考后续的计划。你眉头一皱，重新打开地图搜寻起来。如果明天直接启动列车，沿着3号地铁线去找陈老师，会不会更近一些？这个想法很大胆。如果行得通，那你将省去路途中很大一部分的危险，同时也能顺便检测一下机车的活动。果然，通过地图查询，你发现陈思雪所在的小区距离最近的地铁口只有不到300米。你嗤笑一声。陈老师，你这房子算是买对地方了。该出发了，朋友。就是这种感觉。加速。陈思雪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你收起手机，准备直接上门。你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就不会过多犹豫。除非陈思雪已经死了，否则你不会随意变更计划。你没有把车开进站台，而是停在了稍远一些的地方。你先是来到2号车厢，发现那女孩依然还在沉睡，顿时觉察，正常人谁能睡这么久？为了保险起见，你将3号车厢和1号车厢的闸门全部封闭。随后，你提上短刀，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后，下车，沿着轨道边的小路一路跑进了站台。玉水花园3座901。会来吗？还是说，那通电话只是我最后的幻觉？理智仿佛正被这无尽的等待一点点吞噬。陈老师，是我，梁维啊，我给你打了2天电话，你都没接，有点担心，所以来看看。别管秦朔，他怎么会来这里？陈老师，你饿不饿？我那还有很多面包饼干。不，我宁愿饿死，也绝不开门。妈
妈的，躲在里面是吧？给我出来！你这个混账东西，以为我不敢动你？老子今天就把你拖出来！陈思炫，你少给老子装清高！这石岛人都快死光了，你跟着我至少还能多活几天。快开门！还想蒙过去？老子还能找到你的尸体，趁热。陈老师，如果你还活着，我建议我们时间去把东西收拾好。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看你的样子，应该饿了好几天了，吃吧。谢谢你。在这生死有命的末世里，没有人能抵抗死亡恐惧和孤独感带来的吞噬，你也不例外。所以，从今天起，我们是同盟，是队友。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我，听我的安排，否则你的下场会很凄惨。这辆火车除了我，没人能开。如果我死了，你也会死。我明白，从今天开始，我都听你的。陈思璇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这时候他小嘴忽然张开，面露惊愕之色，因为他看到一个被捆绑了手脚的女孩。莫非是他绑架来的女人？是谁啊？怎么？是不是倒车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外，还让我救他，结果一直昏迷不醒，我只能先把他手脚绑了。那我们现在是准备出城吗？你摇了摇头。我还有一些必备的物资需要准备，顺便我也需要试验一下机车的性能。结业还有4天，应该来得及。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我负责开车，你负责记录每天的行驶路线、里程、站点、车况。因为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黑夜潮汐的规律和覆盖范围，所以需要在逃离过程中计算每天的日出变化时间。如果方向错了，我们可能永远也逃不出极夜了。我明白，这一点我能做到。现在暂时就我们2个人，所以我需要你帮我清点和管理物资，顺便帮我盯着那个女孩。你不需要我跟你一起下车找物资吗？暂时不用。油箱里压根没油，谁也开不走，而且也不担心被锁在外面。没想到他对我这么放心。沿着3号线前进。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提升实力。要是能吞噬汽车，甚至火车，就像之前的吹风机，会不会有更特别的技能？在这个工业体系崩坏的末世，机械之心简直是无敌的存在。不仅能获得技能，还能提升身体素质。比起单一异能，可塑性强太多了。唯一的缺点是耗费体力，还要保持专注。有机会，还是要找上几个靠谱的队友。你驾驶着列车，远远地看到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奥斯家具城，平时卖家具的地方。虽然没什么食物，不过倒是可以搞点御寒的东西。自天7日之后，世界各地都在降温，这种时候提前准备御寒物品，绝对是有先见之明的。陈老师，你在车上等我，我去里面看看。除了我，千万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咱们用这个保持联络，手机信号不一定管用。你一路穿过马路，来到家具城前偌大的停车场，稀稀拉拉停放着几辆明显已经趴窝的汽车。你的异能吞噬汽车是个绝佳的选项，但耗费的时间过长。你估摸着，等机械吞噬这个技能提升后，应该能提升一些效率，所以保守起见，你目前只能把一些可吞噬的小型机械带上列车。你谨慎地走进了家具城，公司不错，软硬适中。这类物资在末日似乎并不被人看重，
周围没有危险。这些东西体积都不小，想拿走可不是见容易事。唉，那是叉车，还有货车。谁知你刚走过去，一只浑身腐烂的丧尸就朝你扑来，你条件反射，猛地后撤一步，待看清之后，当即抬手一指，噗，风炮爆射而出，立马就在那丧尸脑袋中间轰出一个空洞。那丧尸扑了个空，扭曲了2下，没了动静。看他身上还穿着一套装卸工的工服，估计是躲在这楼里避难的工人。每用一次风炮，熟练度就会提升1点。不过你发现这招对你的精力消耗不算小，必须谨慎使用。想到这里，你从背后抽出了短刀作为武器，你爬上驾驶位，双手握住方向盘，机械之心启动。很快就发现储备电池已经亏电，启动不了引擎。不过对于你来说，这却是送上门的宝贝。于是你下车，直接寻了台叉车，推动一轮直接启动，然后大摇大摆地开着叉车从后门冲进了家具厂。你准备把自己住的1号车厢先布置得舒服一点，于是首先就选了一套昂贵却又不显夸张的分段式皮质沙发，用叉车运到了货车上。随后又找到一个可折叠的钢架床，你打算用钢架床焊接在车厢里，只要铺上席梦思和乳胶床垫也会很舒服。你越搬越快乐。随后又看到一家品牌店，墙上挂着一台60寸的光幕电视，忍不住眼睛一亮。要是有个娱乐区，没事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也不错。二话不说，你能拆就拆，很快就把平板货车塞得满满当当。若不是1号车厢的卫生间空间有限，你甚至都想把卫浴区的马桶、浴缸都搬一套走。你坐上小货车，眼泛荧光，机械之心驱动让引擎再次轰鸣起来。你载着满当当的收获，开上了铁轨旁的碎石坡。列车上的陈思璇等了1个多小时，结果看到你开着一辆货车出来，整个人都惊了。再一看那车上，不是沙发就是床垫，甚至还有台电视。啊，这也算物资吗？最重要的不是水和食物吗？我来帮忙。1、2、起。随后2人开始将东西全都搬到了1号车厢。等一切做完，已是夕阳西下。你此时有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车都开到面前了，何不趁此机会将这台货车给吞噬掉？诺子哪怕遇到危险，你也可以第一时间把车厢的防护围板升起来。听起来有些冒险，毕竟黑夜中的危险可不是那些普通的丧尸。还是决定赌一把。之前吞噬汽车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你感受到体内的精力在加速流失。随着夜幕降临，你的神色也开始变得凝重。吞噬进度63%，进入黑夜1个小时，吞噬的进度终于才算过半。你此时保持着绝对的专注，随时警惕着四周漆黑一片的环境。你关闭了列车上所有的灯光，整个人仿佛和黑夜融为一体，连呼吸都减缓了，只是伸手放在小货车上静静地吞噬着。为了避免眼中微弱的玄光暴露，你甚至都闭上了眼睛，仔细用耳朵警戒着四周。吞噬进度77%，快了，快成功了！就在这时候，一道轻微的碎石声忽然响起，你眉头一皱，当下屏住了呼吸，声音越来越近，听起来有些沉闷。你心头一惊，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是丧尸，更像是什么拐杖、木棍戳在碎石上的声音。可当你睁眼四顾，却又什么都没有发现。你心中忐忑，你肯定自己绝对听到了什么，而且你敏锐的第6感告诉你，你正被某种存在注视着。想到这里，你心提到了嗓子眼，开始焦急地催动着机械吞噬。吞噬进度98，虽然花了快1个半小时，但只要成功，一切都值得。现在就到最后一点。虽然花费了快1个半小时，但只要成功，一切都是值得。吞噬成功，机械原点加30，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加10，额外奖励力量、速度、防御力增加。你看着暴涨的机械原点，终于松了一口气。而随着速度属性的提升，你发现自己的夜视能力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起来。伴随着你吞噬完成，整台小货车忽然化为飞灰，车上的一些零碎物件叮叮当当的落了一地。而这时候，你忽然听到头顶之上传来一阵低沉的嗡音，不像人，也不像某种机器。你当即感觉后背一凉，猛地抬起头来，然后你看到了让你差点亡魂直冒的恐怖景象。幸运的是，刚刚速度属性提升了1个等级。这东西皮这么硬，风炮居然完全打不穿。情急之下，你步步的心中恐惧一发狠，当即抽出短刀，纵身一跃，对准那灰白色的巨手就是一刀斩下。回应你的不是快意的斩肉，而是钢铁般的硬骨，这全力一刀，直接震得你头可发麻。看着短刀上面的豁口，你倒吸一口凉气。白色巨怪似乎行动缓慢，一只手抓在尾板上，被列车巨大的力量拖住，轰然倒下，在铁轨上被无限号拉动着。他似乎怒了，又抬起另外一只手，一把就朝着你的整个车厢抓来。因为被巨力拖拽，3号车厢的车轮和铁轨只发4节，2下去会脱轨，必须干掉他，稳住。于是你当机立断，抬起手指，蓄上全力，瞄准那巨怪的其中一只眼睛，再次一记风枪爆射而出。这次借着灯光，风枪精准命中，暗红色的血浆从那巨怪的左眼喷涌而出，将他惨白的面容染红。巨怪立刻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
而随着你这一击，他的手也从尾板上脱落。这时候，3号车厢的尾板终于才冒着黑烟，缓缓地关上了。列车的速度渐渐提了起来，你立马起身去看，因为外面没有灯光，那白色巨怪眨眼间就消失在黑暗中。你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倒在地。几个月来，第一次遇到如此可怕的东西，能以切身体会到黑夜的恐怖。也想要在黑暗里生存的幸存者，简直是痴心妄想。留给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逃离。在路况不明的黑夜中行驶，显然是极不理智的行为。你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赶紧跑回驾驶座。看得出你在担心，我有个可行的办法，停在高架桥上相对来说会安全许多，远离地面，大部分丧尸跟不上来。只不过你此时最担心的还是刚才的那只白色巨怪。列车停在了高架之上后，你立马关掉了车内所有的灯光，不断观察着外面的动向。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快知道，要是被这种东西盯上，不死也得掉层皮。那我们怎么办？等白天再出城吗？有这个打算。僵尸站那里有个货运仓库，明天我们去看看，就差不多可以出城了。其实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在僵尸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台电力机车，挂上一辆电力机车当成储备发电车。当你用异能催动列车前进的时候，电气机车能通过动能进行发电储能，哪怕只有3成到4成的回收效率，能让你在休息的时候依然能够让火车跑起来，提供车上的其他供电，那基本上就能实现短暂的无限能源循环。吃东西了没？我刚才把水和食物都整理了一遍。粗略地算了一下，一天吃1顿的话，我们也只能坚持1个月。你眼眸微动，看向1号车厢。此时，陈思璇已经把床铺、沙发全部都铺好，枕头被褥也规制得整整齐齐。吃吧，吃了然后睡一觉。陈思璇意外地啊了一声，他看着你手中的罐头，眼中既有几分可疑，又有着几分恍然。那甜甜的水果罐头一下子就勾起了他的食欲，让他睡一觉3个字，又让他忍不住一阵想入非非。他听话地接了过来，坐到沙发上。打开罐头喝了一口，甘甜无比，让他浑身上下的细胞都仿佛发出了愉悦的呐喊。很快，他吃完了一整个罐头，随后默默地坐在了床边。你此时正在3号车厢动用异能修复受损的液压尾板。当你回到1号车厢，看到陈思璇低埋着头坐在床边，顿时眉头一皱：“你坐着干嘛？赶紧睡，今晚咱们轮班守夜。待会儿你再起来。”此话一出，陈思璇惊讶地抬起头，眼神复杂地闪了闪。哦，好的。说完，他心中又羞又恼，连忙起身来到沙发上，脱去鞋子躺了下去。你拿了瓶水，自然看出了他那副窘态。不过刚经历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傻子才会满脑子想裤裆那档子事。此时你来到2号车厢，这也睡得太久了，从昨晚上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不知道是真睡还是装睡。再装睡我就把你扔马路上。然而女孩依然平静地睡着，一脸的安详，看得你有些无力。要不是想到这女孩身上有种神秘未知的异能，根本没有救她的打算。如果她只是个累赘道还算好的，谁知道她醒了之后，帮助还是威胁呢？唉。养一车美女倒也不错。看着沉睡的2个女人，一个面容绝美，气质温婉，另一个娇俏玲珑，是个小美人胚子，这让你莫名的生出了一种浪荡的成就感。之后，你查看起机械之心面板，发现风炮熟练度竟然变成了12，顿时有些怀疑人生。你还以为用一次长一点，没想到忽然就来了个大跨步。难道危急的情况下，能极大的提高自己对技能的熟练掌握吗？想来想去，你觉得这个猜测的可能性比较大。第2天下午3点，天空骤然亮起，迎来了短暂的曙光。车窗装甲缝隙里的光线落在陈思璇脸上，他缓缓睁开眼，看着你此时正在焊接床架，当即惊讶的翻身而起，满脸愧疚的道歉：“对不起，我是不是睡过头了？我看你状态不好，而且昨晚上比较特殊，那怪东西保不齐会再来，所以我就没叫醒你。”起身拿了瓶水递给陈思璇：“今天我们要经过江市的货运装卸点，那边的情况可能会有些麻烦，你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心里满是愧意的陈思璇连忙点头。你把他带到驾驶舱，此时你已经启动无限号，开始徐徐前行。行进中，你对他说：“这条主道并入江域线，应该不会偏离导岔。有机会的话，今天我准备拖移一台电力机车上路。在做车厢对接的时候，我需要你帮我操作对接指令。”你指着几个操作按钮，对他耐心的讲解。好在陈思璇从小就接受来自父亲对铁道知识的熏陶，知道这是轨道列车车厢连接的操作流程。只不过听说归听说，实际操作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列车缓缓驶出主城区，一条出城的主干道出现在2人面前，但仅是刹那间，你和陈思璇皆是神色已变。燃烧起火的车架，散落一地的行李衣物，无一不在告诉你，出城的路上已经是人间炼狱。看着主干道上惨烈的景象，陈思璇眼眸微颤，又看向前方通畅的铁道。此时他内心无比庆幸自己认识你，更是无比庆幸能登上这趟列车。缓缓行驶的列车引起了铁道边一些躲在家里的幸存者的注意。火车？怎么可能？带我一个，我有物资。甚至还有人朝火车扔石头，发疯似的大喊：“停下，让我上车！”听到石头砸下来的声音，陈思璇有些紧张地说：“他们会来抢东西吗？”反正不是来献殷勤的。末日下为了生存争夺物资，你死我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生存守则第3条，死道有不死贫道。你看。
然，陈思璇指着窗外惊诧道：“你看！”你听着声音台幕一看，不禁瞳孔一缩。下雪了，列车之外有雪花纷飞，冬天到了吗？陈思璇大眼睛愣愣地看着窗外飘雪。照季节来看，冬天应该还有好几个月。看来我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除了黑暗、丧尸、诡异，另外一个灾难也随着气候变化开始降临。天灾。如果冰雪极寒到来，那么麻烦不仅仅只是寒冷那么简单，代表着人为了维持体温需要更多的食物，列车驱动需要更多的能量。不出现极端低温，甚至车上还需要准备取暖系统，还准备找台冰箱用来保存食物。看这样子，似乎已经不太需要了。因为还在主城区之内，我刻意放缓着列车的速度，打算越近越谨慎，担心铁道不畅，同时也避免声音过大，引起太多的骚动。随着列车驶离，很快前方道岔开始变坡，出现一片宽阔的区域，支线轨道上停满了各种货运列车。你在一个写着4号装卸平台的站台前停下，拿好对讲机，哪怕是我，你也不要开门，因为我自己会开。只要你不开门，就没人能拿你怎么样。那你小心一点。我知道他的异能可以操作火车，只要听话就好。你下车关上了舱门，速度属性提升后，你的动作变得敏捷了许多。你手持短刀，连着横穿过几条铁道，每穿过一列车，就往车头车尾的方向望去，寻找合适的机车。你一列列扫过车厢，直到走到一个集装箱专列的车头位置。就是你了。你伸手摸了上去，机械之心开始扫描驱动，发现这台电力机车整体工况良好，成色还非常新。这下捡到宝了，因为你的特殊异能，其他幸存者完全看不上的东西，在你眼里反倒是大宝贝。正当你准备启动这个大家伙，解除车厢连接的时候，一道断断续续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你当即谨慎转身，发现声音来自于站台之上的某个仓库内。于是你循着声音找去，发现声音来自于一个大门上写着14号的仓库里，隐隐约约还听到有人的呼喊。你来到14号仓库门前，发现这是一个冷链仓库。等你走进去，才终于看到有人来了。谁知你听到这句话，却是目光一凛，暗道不好。故意引起注意，就是个钓鱼记。去哪里？小子，别让他跑了！我开！妈的，被从里面锁上了，该死了！为首的男人当即抬起枪，对着洞库探窗就是砰砰2枪。可他不知道，那探窗足有200毫米厚，为了保温效果，整个洞库不亚于一个厚重堡垒。原本1号洞库的门打开，刚才故作求救的女人和老太太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这小子挺机灵，面闷得要死，他喜欢死，在里面就让他死好了。洞库里面，你面色微沉，目光冷冽的与外面4人对峙。那中年男人上前一步，对着洞库里的你说道：“兄弟，你出来把火车钥匙交给我们，我保证饶你。”对方提前就观察到你的无限号开入站台，所以才用了这么个钓鱼计，就是为了杀人夺车。拿长枪的男人看着你，讥笑一声，不知道从哪里寻摸来一根铁链，从外面将洞库的门把手拴了起来。我刚刚看过了，那个火车上就一个女的，还挺漂亮的。2个人就敢开火车，胆子够大的呀！老二，你在这儿守着。老太婆，别做梦了。谁知就在那老太太准备动身的时候，洞库里面的你忽然开口了。你立马就看出了她的想法，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从身后缓缓拿出了一个对讲机。唐老师，我这边出了点麻烦，你千万不要开门。好，我一定不会开门的。对讲机那头，陈思璇紧张地回应道。门外的黄兆坚没想到你身上还带个对讲机，此时听到你当面联络，当即暴怒，朝着洞库大门就是猛踹一脚。那老太太见心思被你识破，狠狠咬牙，可旋即却又是走过来，对着你冷笑一声：“被关起来的狗而已，你想跟我们耗着，那里面的滋味应该不好受吧？”老太太没有说错，洞库里面一片恶臭，熏得你脑袋发晕。你动用异能锁死了洞库大门的机械锁，虽然暂时安全，但自己也出不去。老子看你能撑多久！要是把老子耐心磨没了，信不信老子把那火车上的女人拖出来？要事实相救，跟我们合作，你和那个女的负责开车，大家一起逃离这里，我保证留你们的性命，怎么样？这母子2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差点笑出声。面对2把枪，应聘显然不理智，得想别的办法。或许可以赌一把。于是你直接没有理会外面的几人，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开始打量洞库内的环境。外面的人见你直接不理会，怕火车跑了，也赶紧使了个眼色，让2个儿子先去火车那探探情况。你走进深处，发现另外一边则是一排大型的冷冻冰柜。你眼睛一亮，走过去一一查看。虽然冰柜里面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物品，但它可以用来吞噬。既然出不去，这里就是天然的堡垒，正好吞噬。陈老师，计划有变，我这边暂时被困住了。你今晚上就待在车上，不要开门，不要开灯，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等我消息。列车上，陈思璇听到你的话，脸上顿时有些慌乱。此时他透过车窗装甲缝隙，看到2个持枪的男人正穿越铁轨朝他的方向过来，神色紧张地道：“有人过来了。”我知道，你别怕，只要你不开门，他们就拿你没办法。快开门，不然老子开枪了！那个男的在我们手上。不管他们说什么，绝对不能开门。此时，手持长枪的黄杰攀爬到了车头挡风玻璃的位置。真他妈漂亮！黄杰红了眼，当即起身拿起枪打开保险，咬牙对着车玻璃就是一梭子，哒哒哒哒，火花四溅，榴弹横飞。可那挡风玻璃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当然不知道，这台巨鲸03亿重型燃气轮机车当初是为环形轨道设计的第一代，最高时速可达450公里。车窗挡风玻璃使用特种复合纤维结合高强度玻璃制成，普通的步枪子弹确实很难造成什么威胁。他妈的，小声一点，我要命了！把那些鬼东西引来，咱们都得死！哥，有妞！黄杰此时急不可耐，看着车厢里面的陈思璇，就不停地干咽口水。大哥黄兆坚此时也爬了上来，目光朝里面一看，顿时也是瞳孔一颤，心中起了心思，但很快又故意板起了脸。别急，跑步了。等我们把那个男的搞出来，拿到火车钥匙，不就什么都有了？对。他目光火热地再次看向车厢内部，此时陈思璇已经爬起来。小美女，你给老子等着！不用管，你在1号车厢好好休息就行。如果饿了就拿东西吃。你不会有事吧？会。你收起对讲机，在完成冷柜蓝图的扫描收集后，把手放在冷柜上，争分夺秒地开始进行机械吞噬。吞噬进度1%，进度条一出来，你就意识到这大型冰柜的吞噬难度比起之前的小货车竟然有些不分伯仲，而且这冷库中还不止一台这样的冰柜。今天时间充足，那就放开手，全给它吞噬了。这样的机会对于你来说，算得上非常难得。虽说比起吞噬，赶紧逃离僵尸才是重中之重，奈何现在身不由己。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利用好这个机会，赶紧提升自己的毅力。那小子呢？黄兆坚带着弟弟黄杰回来，躲进去了。老太太没好气地道：“那火车上情况怎么样？”黄杰一脸兴奋：“我和哥去看过了，确实就一个女的，咱们这下发财了。”老太太点了点头：“你们哥俩找点工具，看看能不能把这洞库的门搞开。夜长梦多，我这把老骨头怕是熬不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黄赵坚此时也有些焦急，好不容易让他们撞见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是越快得手越好。简单商议后，几人准备去寻些钢管撬棍，把那洞库的门撬开。时间1分1秒过去，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距离天黑也就剩下不到2个钟头。另外一边，洞库里边的黑暗角落，忍住，马上就好。一边忍受着恶臭，一边吞噬着冰柜，吞噬进度80%，吞噬进度95%。终于花费了接近1个多小时，眼前的巨大冰柜才终于要被你吞噬完。此时洞库大门已经传来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撬门和踹门声。不过你心里反倒没有那么担忧，你刚开始锁门的时候就扫描过，这种低温洞库大门的厚度在150毫米，外面一层是不锈钢板和铝，内里则是厚重的保温材料。在门芯被你利用异能锁死的情况下，想要徒手或者凭借钢管撬棍打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绪大乱的陈思璇只能来回在车厢内踱步，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着急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先是查看了一下那少女的情况，随后便趁着天没黑，开始整理3节车厢内的各种物资，顺便搞起了卫生。吞噬成功，机械原点加25，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加8，额外奖励你的力量增加3点，防御力增加1点。洞库深处看着眼前的光幕，你眼前一亮，大收获！你简单看了一下，这里足足有4台这样的大冰柜，如果全部吞噬，岂不是大赚一笔？机械吞噬 LV1286300，机械吞噬也快要升级了。如果升级成功，吞噬的效率应该还可以得到提升。想到这里，你信心十足，也不浪费时间，直接来到第2台冰柜旁边开始吞噬。完全打不开啊！老太太站在旁边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眼中阴晴不定。好了，别搞了，动静太大，吸引了不少丧尸。马上要天黑了，我们先躲起来。反正锁上了也不怕跑了，走，快走！手表的闹钟响起，洞库里的你眉头一拧，知道天要黑了。列车上，陈思璇拉上所有的遮光帘，焦急地等待着你回应。此时，他目光又落到那个昏睡的少女身上，忍不住走过去探了探鼻息，确认她还活着之后，才露出一脸诧异的目光。这女孩已经睡了整整2天了。18点45分，黑夜降临，整个货运站台陷入黑暗之中，丧尸低沉的嘶吼，某种诡异的奇怪脚步声，那些悉悉索索的声音在陈思璇耳中不断放大。他躺在沙发上，怀抱着对讲机，将自己用被子紧紧盖住。姓黄的一家人此时也躲进了另外一个洞库中，用钢管和撬棍拴好了门。19点32分，你吞噬完第2台冰柜，吞噬成功，机械原点加25，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加8，额外奖励你的力量增加2点，速度增加1点，防御力增加1点。21点14分，第3台冰柜被你吞噬完，吞噬成功，机械原点加25，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加8，额外奖励你的力量增加1点。属性奖励虽然不多，但吞噬技能应该到 LV2了。
当前机械之星等级 LV1、28500。提示：升级机械之星，获得特殊技能奖励。当机械之星到达 LV3、LV6、LV9，即可获得神秘觉醒。你只感觉体内的机械之星疯狂地咆哮了一下，你浑身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兴奋之下，立刻把目标放在了最后一台冷柜上面。吞噬进度2%，光幕进度条肉眼可见的在加快。果然，效率提升对你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你用手表开始计时，然后专心致志地吞噬起来。吞噬进度50%，吞噬进度99%，好快！你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前面的3台冰柜，你平均要花上1小时40分钟左右，但现在只用了55分钟就已经快要完成了，效率提升了近1倍。就在你还没压下心中的兴奋之意的时候，眼前忽然金光一闪，吞噬成功，机械原点加25，机械吞噬技能熟练度加6，额外奖励你获得冰盾技能，冰柜冰盾，你直接愣住了。果然，获取技能居然和自己吞噬的机械或电器具备一定的关联性。看着光幕中的冰盾 LV1、0100，你目光有些游移，于是你尝试着心念一动，抬手一挥，咔咔咔，几乎刹那之间，一小片半弧形的蔚蓝色冰盾就拔地而起，将你护住，高度刚刚好盖过你的肩膀。不错，你用电筒照着这个自己凭空造出来的冰盾，有些傻眼。眼前的冰盾并不厚，只有差不多手掌的厚度。当你尝试着用短刀砍在上面，发出一阵沉闷的凿冰声音，就好像冰箱里冻了几年的老冰棍，硬度比你想象的要高一些。这消耗太大了。等等，你看着眼前的冰盾，眉头慢慢的竖了起来。你沉默了片刻，忽然走上前，伸出舌头在冰块上舔了舔，无色无味，冰冰凉凉。旋即，你瞳孔一缩，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惊之色在你眼中出现。凭空造冰，老子以后不缺水喝了。虽然费精力，但在末日简直赚翻了。爽！你看了看时间，转身来到了洞库门口。机械之心催动锁芯，铰链被你再次打开。只不过洞库大门只拉开了一点，就被外面的铁链锁住。好东西！你暗骂一声，知道这伙人怕你跑了，肯定在外面做了手脚。不过你此时开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逃跑，你再次打开电筒，从门缝的位置确定了远处另外一个洞库的方向后，又把电筒关上了。然后你缓缓地透过那门缝探出手指，借着自己敏锐的夜视能力，气力一鸣，噗！一道风枪射出，几乎悄无声息。此时轰击在对面那洞库的不锈钢大门上，却是发出了一道惊如洪钟般的巨响。巨大的响声瞬间响彻整个仓库。在黑夜之下荡漾开来。此时躲在那洞库里的一家人，全部被这一动静吓了一大跳。是不是有怪物啊？嘘，不要出声。你们千万不要开枪，要是引来了什么东西就麻烦了。而另外一边，躲在门后的你，一脸冷硬。喜欢瓮中捉鳖是吧？今天老子就教教你们。又是一道劲力的风枪轰出，然后那巨大的轰鸣再次响起。这一下，姓黄的一家人再次吓了一跳，他们再也坐不住了。随着这两道巨大的声音，14号仓库外很快就传来此起彼伏的丧尸嘶嚎声，由远及近，逐渐变为尸潮群跑。不光如此，一道更为诡异的悉悉索索声，仿佛撕扯的声，让外面停靠的列车都发出铁轨撕磨的刺耳声，快速靠近了。这个声音，难道是那只白色巨怪？那就来得更猛烈些吧。不跑，那门结实得很，撬棍都撬不开，那些怪物进不来。闭嘴！无数丧尸被这道声音彻底激怒，疯狂地在这家人外面的大门外抓挠冲撞。那拴在门后的钢管和撬棍，此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可就在这时候，另一个更为恐怖的声音出现了，那是某种类似野兽的咀嚼声，似乎是在撕咬丧尸，同时也在撕咬着钢铁大门。这声音势大力沉，钢铁都发出清脆的破碎声。终于，哐哐的大门发出阵阵呜咽，被一点点打开，而里面的黄姓一家人再也忍不住，连孩子都开始哭喊起来。嘶嚎声传进了洞库里，且越来越近。什么东西进来了？黄兆坚和黄杰两兄弟已经是面如筛糠，他们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眼前的黑暗抬枪就是哒哒哒哒，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火舌喷发，刹那间火光将整个洞窟照亮。而这时候，所有人惊恐地看到，在无数狰狞扑来的丧尸之中，存在着一只巨大的红色怪虫，它张开巨大的鳌牙，发出刺耳的鸣叫。红虫无比巨大，看起来很像是某种巨型的油盐，至少有一个成年人的粗细，长度足有10数米，全身覆盖赤红鳞片，数以百计的部族密密麻麻攒动着。只是看了一眼，这一家人瞬间就从脚心凉到了头顶，凄厉的惨叫回荡在14号仓库中。然而仅是几个呼吸间，枪声、惨叫声就戛然而止。你已经悄悄地关死了自己这边的洞库大门。通过那探窗，你也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虫影，整个人连大气也不敢出。你原以为出现的会是那只白色巨怪，没想到还有更恐怖的东西出现，心中忍不住暗骂。他妈的，这是百鬼夜行吗？怎么什么妖魔鬼怪都在这星球上出现了？相比之下，丧尸都变得慈眉善目了，着实有些铤而走险。那种大虫子，就算躲在无限号上也很难逃脱。妈的，装甲还要升级，武器还要升级，马力还要升级。滴滴滴！你掐断了手表的提示音，连着2个晚上没有休息。此时你整个人精神已经有些恍惚，听着外面发出的各种诡异声音，闻着洞库里的阵阵恶臭，你终于熬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天亮了。
你终于熬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天亮了。此时已经是下午，距离天黑只剩下2小时45分。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的你，从探窗中探出视线。此时仓库内光线大亮，你终于看清了外面的景象。1号洞窟的大门被掀开了一个大洞，满地都是嫣红的血迹，门上、地上到处都挂着各种碎肉。几只丧尸还在洞窟外面游荡着，其中几只还在啃咬着地上的半截尸体。你从那尸体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纹身，看样子应该是那个中年人。当即心中快意升起。好死，末日下完钓鱼记的，就该是这种全家死光的下场。陈老师，你还好吗？经过了一夜苦剧的陈思璇听到你的声音，个人终于松了口气，连忙回应道：“我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听到陈思璇那边没有出状况，你的心也放下来一点。你目光不断朝外面打量，确认没有那只恐怖的虫子之后，我马上回来，一切按昨天的计划进行。4号道有一台电力机车，你待会儿记得跟我配合一下。开工了。外面的丧尸听到声音，当即嘶嚎着朝你冲，你直接手起刀落，同时连着几道风枪，轻松就解决了几只丧尸。因为昨晚上的动静引来了太多的丧尸，你走出仓库门口，才发现外面还游荡着至少几十只。你想了一下，悄然跑到远处的1号仓库，那里是个空旷的建材仓库，旋即你直接在里面噗噗噗几道风枪发出动静，很快便把站台上的几十只丧尸吸引过去。只要没有黑夜中的诡异生物，以你的能力属性，应付起来相对还是要简单一些。很快你就直接跑下站台，来到昨天看到的那台环形7亿电力机车旁边，机械之心推动，打开了驾驶舱的自动门。随后你将车头解除连挂，取消衔接，牵引电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缓缓带动这台巨型电气猛兽驶离站台。另外一边，你又解除了1号车厢和巨鲸03亿的连接，完成顺序换位后，在陈思璇的配合下，终于精准地将环形7亿电力机车连接到了第2节的位置。无限号有了5节车厢，车头是经过装甲加固的巨鲸03亿重型燃气轮机车，也就是你的驾驶舱，而环形7亿电力机车则作为动能回收和电力储备放在了第2节，再往后则是1、2、3号生活车厢。环形7亿电力机车整体要比巨鲸03亿长出1倍，显得有些科幻。而且这2台机车的设计都是有廊桥连通，人员可以直接从车头走到车尾。不过因为是临时增加，你还没来得及对电力机车部分做装甲升级。没时间了，先走再说。出发！列车徐徐疾行，你将速度提到了80公里左右。与此同时，因为增加了挂载，你的体能消耗速度也在大大增加。到北湾站这段路没有隧道，地势比较平坦，只是可能要注意落石挡路。陈思璇在旁边一边记录着车速，一边对你提醒道：“如果遇到情况，我会随时停车。”昨天那伙人怎么样了？死了。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在那里设陷阱谋才害命，昨晚上都被丧尸吃干净了。陈思璇神色微微一变，短短的时间，一个和谐安全的世界，忽然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地狱。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吗？这里是绿洲车队，最后通报，只要你有物资、武器，或者你具备某种技能，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出城方向312大道全部瘫痪堵死，东城区聚集有大量尸潮，大家不要轻易开枪。江城地堡欢迎所有异能者和美女。渝北市巡防已通报，盐城、丰城全部进入集业，盐令山山脉游东方向。江市、若林市至河池、临江100至300公里区域爆发大规模火疫。台里距离江市不远的盐城、丰城也已经全部沦陷。通过幸存者反馈的数据，如果沿东部方向能跑出去200到300公里，就能追回1个小时的天亮时间。由此也可以大致算出3号星源的黑暗潮汐吞噬速度。听起来200-300公里或许并不远，但要知道在这样的末日环境中，交通瘫痪，丧尸遍布。要进入黑夜，就是无尽的死亡恐惧。能逃出去200-300公里，根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幸存者们的情报是准确的，我们今天过玉山能进入北湾站的话，明天应该能在16点30分左右天亮。天一黑就只能停车，在夜里行车我现在没有任何把握，而且路况、视线这些也都是问题。说到这里，你开始想到可能需要配备雷达或者无人机来帮你检测路况，否则一路盲开，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出现断轨或巨石挡路，轻则脱轨，重则车毁人亡。列车从江市总站驶出了城区，周围才慢慢安静了下来，只有铁轨清明的声音回荡。你抬头张望，江市上空那巨大的云团巍然不动，每次看去都令人心悸。不少人都见过，那里面肯定有着某种大气生物，远比什么丧尸和诡异体更恐怖，但没人知道那是什么。对于人类而言，除了龟缩堡垒，只剩下仓皇逃窜。四周的景色逐渐变成了山川和田园，少了许多灰败血腥和烟火弥漫，让人恍然有一种逃离了末世的错觉。你原以为一路上很难见到什么人影，没想到一条靠近铁路的土路上，陆续出现了几辆行进中的汽车，大多都是些越野吉普，满载着家当疯狂踩着油门。在看到一辆火车从旁边驶过时，其中一辆越野车的车窗降了下来。我操，火车牛逼啊！你看见没？真他妈的火车，太帅了吧！哎，跟上啊！前面还有呢！我就说我听见鸣笛了，快点，别掉队！喂，火车有没有吃的喝的？要不要加入我们绿洲车队？青年对着列车上喊话，而驾驶室的你却是理都没理。妈的！勇哥，要不要通知前面的刘威大哥？通知什么？
我们全都改坐火车。勇哥，有啊！我操！对呀，一台能开的火车往多了，说几千升油都有，哪怕没那么多，只有几百升也够我们用上1-2天了。威哥，有台大家伙沿着江鱼线开过去了，一列火车，我估计上面有不少油。火车。对，我估计差不多10几分钟要过。看我去拦，2队，你们后面包抄。哼，好嘞，加速追上去。此时，车队前方10几公里的方向，一个小规模的车队正在一路狂奔。老三，前面的岔道口转进去，玉山站的要来台大家伙。好的，老大。刘维其实并不是什么黑社会大佬，在末日之前，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老板。但末日之后，他竟然意外地觉醒了异能，这就让他一下子成了人上人。短短几天，他就招揽了20几个手下。原来江氏还有个大家伙，不仅没有上弓，而且居然还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跑路。另外一边，你听到张大勇那声步枪的响声，也是眉头一皱。出于谨慎，你稍微加快了些速度。绿洲车队刚刚在电台里听到他们的领头者好像也是异能者。陈思璇听到枪声，有些担忧。听到了，不过他们走陆路，我们走铁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应该碰不到一起。你心中还是有些担忧。你的列车计划优点很多，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实在太招摇了。陈思璇目光诧异地看了你一眼。我们也得多找点队友，不然个个都盯上我们也不好应付。我之前看过你发的帖子，我觉得别人不知道你的异能，是很难会相信你的计划的。知道，队友再进步再多，我的异能不是帮大家当车夫，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拉上车，除非有价值的人，否则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而且还得我看得上。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长得好看，而是人品性格什么的。你这一解释，陈思璇脸更红了，直接没有看你的目光，埋着头在行车簿上记录着什么。哐当哐当，列车在平坦的原野上一路疾驰。就在这时候，你那增强的视力远远的就看见前面玉山站的铁轨上，居然横放着一辆损毁的小轿车。那小轿车摆放的实在是过于端正，让人一眼就看出来，这绝对是有意为之。找埋伏，到后面去抓稳。玉山站站台的柱子后面，刘威带的几个人早已经荷枪实弹的埋伏好了。听着渐行渐近的铁轮滚滚，他探出头一看，却见那火车竟然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当即便是怒火中烧，大喝一声：“开枪，让这龟儿子停下来！”小弟们得令，纷纷从柱子后现身，手拿的是长枪短炮，二话不说，对着那疾驰而来的火车驾驶舱就是火力倾泻而来，砰砰砰砰砰，一时间枪声大作。你大爷的！老子之所以选择开火车，就是为了把这些他妈的挡路宵小全部撞成粉碎啊！驾驶舱里的你和陈思璇只感觉车体轻微一震，然后就冲了过去，仿佛就像是开车碾过了一个破纸箱一样简单。雨点般的子弹倾泻在全金属制造的车体上，只蹭出些许白点，反倒是其中反弹的一颗榴弹，将刘威手下一名小弟的大马射了个对穿。想跑4条幽绿色的触手从背后伸张开来，快速弹动，如同一只迅捷的蜘蛛一般，快速的就顺着轨道追了上去。这4条触手力量巨大，足以搬动上吨重的东西，而且行动极为敏捷。刘威甚至发现力量和速度还能不断得到提升。我是4翼天马。是吧？好小子，有点胆量。刘威一看到驾驶室里的你只是个青年，当即喝骂一声，可旋即他目光扫过，看到那过道蜷缩的陈思璇，眼睛忽然一亮。哟，还有个美妞啊！陈思璇看着刘威那伸出的触手，吓得脸都白了。刘威此时的形象几乎和那电影中的怪物大差不差，目光淫邪，4条恶心的触手不动。刘威二话不说，直接用一条触手攻击在车窗上，当即就让那挡风玻璃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裂痕。你猛地一击，这列车的挡风玻璃起码用的是10至15毫米的高强度玻璃，步枪子弹打上去也蹭个头。没想到眼前这人一击就能打出裂痕。同样惊到的还有刘威，他对自己触手的力量非常清楚，这一击居然没有直接贯穿玻璃，看来这列车的防护等级还不低。大爷的，你神色一冷，当即一个急刹，让列车快速制动。谁知那刘威见你离开了驾驶台，根本没有意料到列车会莫名其妙地停下，一个措手不及下，整个人被惯性摔了出去。你要干什么？宰了他。然后关上了铁门。你很清楚，刘威这样的异能者能追得上列车，能打得破防护，一味的龟缩在里面只有等死。与其被他把挡风玻璃打碎，不如直接把这家伙解决掉。嘿嘿嘿，你仗英雄救美呀，兄弟！不好意思，今天你的命我要收，你的车我也要收。废话真多。你也是异能者？
他其实也刚刚觉醒1年不久，根本没什么战斗经验。此时一个松懈被你偷袭得手，顿时也是心中冷汗狂冒。不过他觉醒后，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这都没死，好硬的皮，能穿木板的风炮居然只破了点皮，异能者的身体强度远超想象。那整个人凌空之下，还是一条触手闪电般伸出，直接缠住了你的脚腕，一股巨大的缠绕力传来。此时你脚腕被缠住，疼得你当即冷嘶一口气。若不是你的力量和防御属性获得了一些加强，单是这一缠，你的脚腕肯定已经断了。轨道旁边正好是一个深谷山坡，空中的刘威使出其他的触手想要稳住身形，却抓破了包围轨道的铁丝网墙，于是连带着你，两人一起朝山坡下滚。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当你吃力地睁开眼皮的时候，全身各处都传来了撕心裂肺的疼痛。你第一时间用目光搜寻，很快便看到了不远处张扬着触手的刘威。此时他也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因为刘威在最前面，带着触手的硕大身躯几乎把路上的各种坚实草木都挡得干净。此时已经是浑身鲜血淋漓，怒火中烧的刘威抬眼看向被他拽下来的你，此时的他不敢有任何的轻视之意，对方能空手将他击飞，这是什么异能？他根本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搏命，要先下手为强。就来！吃了一亏的刘威心头顿时咯噔一下，4条触手立马伸出，护住了面门。可预想中的攻击并没有出现，反倒是这个动作让后背那些深可见骨的伤口再次被撕裂。触手打开，却看到你双手攀地，对他刚刚打开触手的面门一拳袭来。砰！你全力的一拳，几乎把刘威整个鼻梁骨轰碎，让他眼前一黑，触手条件反射的就朝前方胡乱轰击，但全都扑了空。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年轻的家伙，居然出手凌厉狠辣，还会虚晃一招，这哪里是他这个常年蹲在菜市场的中年人能反破的？这小子太阴了，根本不是普通人，怎么打？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求生的本能让你血气狂涌，全身的疼痛仿佛瞬间就变得麻木了起来。你连半息都没有停顿，转身抬手对准刘威的面门就是一记疯跑。刘威狰狞的大叫一声，4条触手卷起河床边的鹅卵石，对着你的方向就是疯狂掷出，力道之大，竟然让这些石块发出呼啸的风声。你不敢大意，连忙朝侧方向躲开。来，老子打死你！刘威此时也被逼到了绝境，肝胆俱裂，疯狂地卷起石块就朝你走去。哼，原来只会躲，除了那暗器，没别的招了。事实证明，刘威的脑子虽然简单，但确实让他蒙对了。此时的你，除了一记风炮，就只剩下一个没什么用的冰盾，除此之外就只能和他近身搏斗。而且刘威此时已有了防备，你很难有第2次机会近身。2只手打6只手，他真不知道怎么输，但他也畏惧你那远程的招式，于是两人拉开了距离。之后皆是喘息对峙，谁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滴滴滴，这时候你手腕上的手表忽然响了，两人皆是目光一变，因为刘威也意识到天要黑了。兄弟，天要黑了，要不我们别打了，先回去。你觉得可能吗？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指多少次。刘威一看，条件反射的就抬起触手准备格挡，而你见他这副作态，目光凛冽，站在原地只是微微侧头躲开了一记石头。随后，你手指缓缓向下，瞄准了刘威的裤裆，噗，风枪洞穿，刘威整个人猛地一颤，一股剧痛轰然而来，因为你从始至终都想要抱他的头，以至于让他压根就没有想到你还会抱他的小头。裤裆炸裂，刘威张大了嘴巴，却只发出嘶哑的抽泣声，剧痛让他瞬间失神。给老子死！然而，他灌注了全力的一击，却猛地轰在一面凭空出现的冰墙之上。刘威瞳孔猛缩，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你的脸已经近在咫尺，一根手指，一根对准了他眼睛的手指。等这一瞬间，他无比后悔。噗！话音未落，刘威的左眼已经成为一个血洞，整个人直挺挺的向后倒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拥有了章鱼博士这种级别的超能力，才当了几天的土皇帝，居然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小年轻的手上。见刘威倒下，你猛然咳出几口淤血，但你没有丝毫喘息，从地上捡起一块硕大的鹅卵石，走上前，对准刘威那张已经看不出人样的脸，就是一通狂打。砰砰砰！每砸一下，他的触手都会诡异的抽搐一下，直到彻底没了动静，你这才脱力的坐倒在地，大口喘息，肾上腺素逐渐退却，剧烈的疼痛从全身各处传来。你万幸没有骨折，但也伤到了一些内脏，外伤更是一大堆。就在这时，天空一阵玄光闪烁，你脸色一变，糟了！另外一边，火车上，陈思璇靠在过道深处，神情紧绷的听着被砸得砰砰响的驾驶室大门，开门，快他妈开门！另外一边，火车上，陈思璇靠在过道深处，神情紧绷地听着被砸得砰砰响的驾驶室大门。一个拿着手枪的小黄毛爬到挡风玻璃上，用枪托对着玻璃就是一通猛砸。展开！这么硬，防弹玻璃吗？这门也打不开，除非用切割机。我操你大爷的！算了，要不咱们先走吧，天要黑了。那男的被威哥干掉了。这女的就是罐头里的肉，哼！那个姓赵的一家子车被刘威大哥用来挡路了，车队里没其他位置，怎么办？系个毛线，让他们滚！一行人骂骂咧咧的离去。陈思璇看着车厢内的时钟，天要黑了，怎么办？理智，陈思璇，保持理智，保持理智。是你吗？是你回来了吗？有没有人？里面有没有人？求求你，能不能让我们一家进去？喂！小姐，能不能开门，让我们进去
去躲一下，天要黑了，求你了！门外的女人此时带着哭腔，一道婴儿的哭喊声同时传了出来：呜哇呜哇！这位小姐，求你了，我们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要，只求能让我们进去躲一下。我们的车被毁了，没地方去，求求你，发好心吧！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喊，男人的哀求，婴儿的哭啼，一连串的声音轰炸在陈思璇的耳朵里。他蜷缩在角落，紧紧捂住耳朵，无声的泪水不断落下，内心在撕心裂肺的挣扎。不要喊了，你们不要喊了，我求你们别再喊了。驾驶室里的钟表缓缓转动，渐渐的，哭喊声消退，拍门声戛然而止。黑夜降临，看着光线瞬间暗淡。公里数23718，时间23:47，没问题。走，再退回去，先等一等。不要想外面的事，不要想他，不要想死亡。就在这时，咔的一声，驾驶舱的闸门自动打开，走廊的灯光亮起，吓得陈思璇猛地坐倒在地。舱门打开，浑身血迹的你拿着短刀，一个纵跃爬了进来。陈思璇喜出望外，连忙起身去关上大门，紧紧锁上。还好吗？死不了。陈思璇见你这副血迹斑斑的模样，立马拿出一条毛巾给你擦拭，却被你一把抓住了手腕。怎么了？刚才为什么不开门？我其实已经爬上来一会儿了，就在山坡上看着。如果我开门了，你是不是也要把我扔下去？是，你的语气如冰。陈思璇神色暗淡，听到你的话，他整个人像是泄了气一般靠在墙上，眼中满是痛苦的闭上了眼睛，清泪缓缓流淌。你轻轻叹了口气，看着他流泪。你心有不忍，我理解，我们都是人，对于同类的见死不救，但凡心存善念，一定会痛苦。儒家有一句话，叫渡人先渡己，渡己先渡心。天若不渡人，须自渡。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是不可能保护得了任何人的。如果你开了门，不仅他们3个会死，你也会死，甚至连带我一起死。我知道，可是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那婴儿好像才几个月大，这一刻，我只感觉自己像是变成了恶魔。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会怎么想？你说什么？我们后边就是玉山站，即便没了车，最好的选择也是躲进车站里面。结果那伙人刚走，这一家3口就跑过来敲门，而且我还没见过哪个当妈的那么狠心，能把孩子活活掐哭。你是说他们是骗人的？陈老师，你应该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吧？不过我没猜错，这一家3口就是这伙人专门用来敲门的。末日之下，人人自危，利用别人的同情心，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听到你的话，陈思璇不可思议地捂住了嘴巴，他难以想象人心可以坏到这种程度。他又想起那个梁主任，当即浑身发凉，只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单纯。此时，他终于见识到什么才是人心真正的恶。你看了他一眼，不得不说，他的表现让你很欣慰。我深知末世生存中的人心险恶，如果陈思璇是个圣母，哪怕他只是祈求让我开门帮忙，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连他一起放弃。这样的队友，我怎么敢放心让他上车呢？但经过这件事，让我对他有了微妙的改观。短短时间，从一个众星捧月的校园白富美，长出这样的心性，说明她不仅是个极度聪明的女人，而且意志非凡。我是不是太傻了？很傻，很天真。陈思璇听着你对他的评价，目带自嘲之色，无声地笑了出来。刚刚经历了一场死战，浑身疼痛。你不饿吗？怎么不拿东西吃？你没允许我吃啊。这女人，陈老师，你真可爱。什么意思啊？接下来你只能属于我。你不是受伤了吗？一定要现在吗？等一下，你身上都是血。黑夜如墨，白雪纷飞。然而这时，不远处躺在沙发上沉睡的少女明明闭着眼睛，那对淡峨眉却是缓缓地皱了起来。滴滴滴滴。1号车厢内，你躺在舒服的席梦思上，感受着怀中的温香软玉。连着2个晚上没有睡觉的你，终于睡了个好觉。才下午2点，外面还是黑的。得记录准确的天亮时间。好像用石头挡住了铁轨。你将他挡过来，低头轻轻在他香唇上啄了一下，开口道：“我知道，我上车之前已经搞定。”陈思璇有些害羞地从你怀里躲开，拿起那本行车簿，自顾自地说道：“算上开出玉山站的距离，我们昨天跑了54公里，
如果按照幸存者传播的消息，现在天亮时间应该会在17点之前。这点距离，恐怕很难看出时差。你们压低了声音，拿出食物和水，先吃了点。你靠在过道中，一手按在地板上，查看着车外的情况，顺便还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和想象中一样，恢复的特别快。异能者的身体和普通人已经有质的差距。与此同时，经过了昨天与刘威的搏命，你的风炮技能有了巨大的提升。风炮 LV1 25-100，冰盾 LV1 6-100。昨天的一战，你感觉自己真的是完全搏命了。你第一次知道自己下手会这么狠，这么果决，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绝对的冷静。时间1分1秒的过去，你看着手表上的时间跳动，15点，天还没亮；16点，天依然没亮。时间越晚，说明你们逃离的速度需要更快。但你此时最担心的就是天亮的时间没有丝毫的变化，那才是最令人绝望的。温度已经下降到0度左右，你和陈思璇都各自穿上了长袖衣物御寒。还好你提前在家具城里搞来了一大堆新棉被和席梦思，不然这么冷的天气只能睡硬板床了。正当时间跳动到16点48分，天空一道光影闪烁，黑幕忽然褪去，斜阳高挂。天亮了，比预定时间早了，早了整整12分钟。看来我们正在逃离基业。走了12分钟，虽然不算多，但也说明方向是对的。但这只能算杯水车薪，还不够。天亮早了12分钟，如果只算昨天的54公里，要追回时间，至少要开出去270公里，差不多。和电台里听到的消息出入不大。不要太乐观，我们并不是沿直线走，要跑270公里，至少要花3个小时，除非提速。也不能太快，保不齐又被人放了汽车石头堵路。短短2天，几乎每天都是生死之境，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无限号的10缸重型燃气轮机开始咆哮，你坐上驾驶座，回头对陈思璇说道：“陈老师，坐稳了。”陈思璇张了张口，还在叫我老师，明明我们都已经……难不成他有某种癖好？你不知道陈思璇此时心中的小九九，驱动着火车开始后退。我们在后退。陈思璇神色一惊，对你沉声道：“我们回玉山站看看。”刘威被你杀了，临近黑夜，他的车队群龙无首，必然生乱。况且没了刘威这个异能者，只要你和陈思璇在列车上，剩下的那些宵小，拿我们毫无办法。这要是没点收获，那架不是白打了？哐当哐当，不多时，重型机车缓缓推进了玉山站台。而此时映入眼帘的场景，让你和陈思璇皆是面色一变。站台上满目疮痍，绿洲车队全部沦陷。此时那些停靠的越野车和吉普车上满是狰狞的血迹，站台的地面几乎被染成了赤红色。有几个车队成员已经浑身乌黑，变成了行尸走肉，呜咽着站在原地。陈思璇看到了其中一个已经变成了丧尸的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昨天那个冒充父亲的人。你快看！陈思璇惊呼一声，伸手指向了玉山站候车厅的方向。那候车厅的大门口壁上散落着几根类似某种昆虫的肚子。这是什么怪物？这东西和14号仓库那只巨虫很像。你昨天明明开出来50多公里，难不成那东西追上来了？关于那怪虫以及白色巨怪，你实在是没有半点头绪。它们就好像是在黑夜中凭空出现，又在日出后忽然消失。若不是此时看到那巨大无比的部族，谁会相信这世界莫名其妙出现了这些恐怖的怪物呢？你停下车，靠在车窗上仔细观察了一会，方才说道：“别怕。现在是白天，这东西应该不会出来。我们还要下去吗？既然绿洲车队已经沦陷，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搜刮一下他们剩下的物资。好，我也去。你先别急，等我先下去看看，把那几只丧尸解决了再说。风炮用出来十分安静，非常适合用来偷袭。好浓烈的血腥味儿。由此可见，昨晚上这里肯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搏杀。你刚想安慰，却见他抬手道：“不用，我还好。”你看出他正在非常努力地适应眼前的场面，于是心中一明，没有多说什么。你小心一点，可能还有幸存者或者其他丧尸。于是你们开始搜刮停在站台上的几台越野车，立刻就发现了大量原本绿洲车队储备的水和各类食物，有好多食物。陈思璇刻意让自己的目光不去看那些地上的尸体，打开车门开始搜捡物资。你扫过一眼，这里的物资大部分都保留得较为完整。你眉头一皱，流车队遭遇的袭击应该不是人为因素，不然物资早就被抢光了。再看到那地上的虫族，你心头顿时一沉。你打开3号车厢的升降尾板，对陈思璇招呼道：“先直接丢里面，待会儿路上再慢慢整理。”好。于是你们分头协作，在已经覆灭的车队中搜寻着可用物资。但让你没想到的是，原本还走2步1个干呕的陈思璇，没过一会就完全被搜集物资的喜悦所占据，元气十足的来回往火车上搬运物资。香泡面，哇，全是肉罐头，还有洗发水和沐浴露，太棒了！
这个女人的适应能力大大超乎了我的意料。这是什么？这时候，陈思璇从一台大号猛禽的车上找出了一个黑色皮箱。末日逃亡还带这么多家伙事，看来也是个人才。刚开出江世美2天就全军覆没。绝大部分物资都捡了便宜，哪怕2人放开了吃，也够吃上2个月了。你将液压尾板升起，准备动身。这时候，你的机械之心忽然察觉到车内有动静，当即眉头一皱。你转身对陈思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见你神色有异，陈思璇也脸色一变，目光朝列车的方向看去，车上有人，你神色一沉。是那个姑娘。陈思璇此时也反应过来，你站在原地，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昏迷了3天的女孩，原来是跟你玩暗度陈仓了。无限号车头驾驶舱门打开，你和陈思璇一前一后的上了车。你适时的启动了列车，然后对身后的陈思璇说道：“陈老师，你小心一点。那女孩会异能，我先去会会她。”不好。你小心一点。你不想浪费赶路的时间，同时因为怀疑女孩身负异能，为了确保陈思璇的安全，便不让她跟过来。陈思璇此时也满是惊奇，3天都没醒，居然是装的吗？果然跑了。原来自己可以解开绳子啊！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少女一路退去，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3号车厢。走开！我错了，大哥哥，你别杀我！这么弱。这时候，你忽然从那女孩求饶的眼中察觉到了一丝极其微妙的狡黠，你心中顿时一凛，这少女在演戏。于是你将计就计，冷声喝道：“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救命恩人的吗？”呸！你是个坏蛋，偷看我内裤，还欺负那个姐姐，你无耻，你下流！原来你一直在装睡，我都还没让你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你倒好恩将仇报。谁让你偷看我内裤，变态！我才不相信你！我靠，这女的脑回路是怎么长的？你逻辑真棒！直接单手将他的手按在他腰后，空出的一只手高高抬起，对准他的小翘臀便狠狠一巴掌拍下去。啪！声音清脆，略带回音。少女挣扎之际，忽然挨了一巴掌，吃痛之下娇躯一颤。不就偷吃了，你2块面包吧，臭混蛋啊！既然醒了，为什么装睡？到底什么目的？你是不是觉得我会怜香惜玉？我错了，别杀我！女孩之前不是连驾驶室的门都能轰飞吗？怎么现在毫无招架之力？你别杀我！只要你别杀我，什么我都能答应你。话音刚落，谁知这少女忽然回过头，对准你的脚脖子就是一口咬下去。我操，这女的果然狡猾！吃痛之下，你直接横刀一拍，拍在女孩的脑门上。砰！哎呦！女孩痛呼一声，旋即晕了过去。还装！你面色一怒，此时压根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心思，直接从3号车厢的工具箱中找出一捆尼龙扎带，将女孩手脚都扎了个结实，终于才稍稍放下心来。你靠坐在车厢边上。我操，这牙印有点深啊！我该不会尸变吧？你才是丧尸，你全家都是丧尸。说吧，叫什么名字？到底什么目的？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说，我现在就把你丢下车。我叫 Kiki。果然是装的，怎么找到我的？什么目的？为什么一路装睡？不要让我一直问你问题，你应该清楚你的处境。那天不是你在楼顶上挥旗吗？挥旗？你是说你在那架直升机上？不然呢 ？Kiki 木然地望了你一眼，继续道：“你难道没看到飞机失事了？所以我没地方去。然后你偷看我内裤，什么意思 ？”Kiki 紧咬银牙，小声地道：“是我确实第2天就醒了，但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睁眼就看到你在。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地把你当成了变态。所以你装晕的目的，就是为了偷吃和偷袭我？也不是，我只是想逃跑，但一直没机会。行啊，觉得我是把你囚禁起来的变态是吧？那你走吧。看你这么聪明，我想你一定有办法在外面活下来。我看你家境也不错，干脆就让你爸来救你吧。我爸死了，我爸死了，那也跟我无关。别，我一开始是想逃跑来着。我现在发现是我误会你了，你别让我下车好吗？你不是发现误会我了？你是知道自己下车后活不下去。抱歉，你对我没有任何价值。等等，你送我去静海。我爸是玲珑集团董事长，曙光计划的2级投资人。
拥有曙光计划宝盒是营救的资格。他死后，这个资格自动继承给我。当你把我送到景海，会有人来接我，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物资，或者给你安排一个曙光计划的3等公民身份，让你入住地下城。3号车厢里，橘黄色的夕阳透过格栅装甲的缝隙，不断在你们身上后退。你听完他的话，忍不住眉头一皱。曙光计划，众说纷纭，让人看不清真假。不好意思，你不相信我？就算相信，我也不感兴趣。不仅不感兴趣，还觉得很无聊。比起那张所谓的地下城3等公民的空头支票，我更相信自己的异能。哼，为什么你会对曙光计划不感兴趣？难道就想靠这辆火车吗？你的计划实在是太幼稚了。你有没有想过，外面已经末日崩坏，环形铁道没有了维护，这天有1/5的路途在海洋上面出现轨道断裂，怎么办？列车损坏了，怎么办？物资不够了，怎么办？遇到风暴、海啸、地震，怎么办？等，你说慢点。哨兵系统、防御系统、雷达系统、运输机械、医疗系统、工业外装甲维修系统、无人机侦察系统，还有什么？感觉一下子获得了很多灵感。Kiki 小嘴微张，眼睛瞪得圆圆的。他没想到，他洋洋洒洒的把你引以为傲的计划从头到尾泼了一道冷水。但你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倒是兴趣满满的开始记录。Kiki 气急：你这到底有没有明白我说的？明白，需要准备这些系统，才能跑得快，跑得远。那好吧，拜拜。你脸色忽然转冷，变化之快根本不近人情。喂，大哥还有没有的商量？大不了我。你说什么？你不是喜欢那东西吗？我以前在网上听说，有一些人就喜欢那什么。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说的好像很委屈很挣扎，但你感觉整个人都炸了。3号车厢里，你和 Kiki 四目相对，空气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凝固。哗，液压板的声音响起，你气得咬牙，直接在行驶中打开了液压尾板，旋即你直接一把提起少女，像提小鸡仔一样提到了车厢尾部。里外应该比城里安全一些，你自求多福吧。等，帅哥，你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可以商量？你觉得你对我这个团队来说有价值吗？有啊，我不是都说了我的身份吗？你留下我可以换很多物资。我说了，我对你的建议毫无兴趣。其实我也可以跟你，不过你必须等几个月，等我过了生日才可以。被他这么一说，你真有那么一刹那怀疑自己。你明明长得挺清爽帅气的，哪里像是有你老变态了？见你失神 ，Kiki 偷偷望着你，眼珠滴溜溜的转，不知道在想什么。抱歉，我对睡一个小偷没什么兴趣。你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也没有了耐心。你催动机械之心，瞬间就让无限号开始减速。没过多久，列车就缓缓地停下。你阴沉着脸，逼着 Kiki 缓缓推到门边，走吧。Kiki 见你真的停下了车，终于被吓到了，大眼睛中雾气氤氲。他恨恨地盯着你，眼中挣扎了片刻，旋即面带倔强的转过身。可走到车厢边缘，他忽然又停下了脚步，回过头，一脸惶然地看着你，咬了咬下唇，道：“你在试探我。”其实你想把我留下来，对不对？小姑娘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忽然来了精神，她直接走到了你的面前。我的异能对你有用，对不对？你有异能吗？你知道我能从直升机上幸存，还能在黑夜中完好无损地找到你的庇护所，那我的异能一定很厉害，甚至可以抵挡夜里的大怪物、大虫子。所以你虽然想杀我，但其实对我又好奇又戒备，故意赶我下车，就是想试探我。我说对吧？对方猜的没错，这女孩居然可以安然地从满是怪物的黑夜中活着走到你的庇护所，简直是匪夷所思。那天夜晚的冲击波也给你留下了极大的震撼。从这一点来看，这少女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厉害。所以，你不也是在试探我吗？你先装出一副单纯千金的模样，想看我是不是对你起色心。发现没效果，又拿出一套利益说辞跟我交换。说白了，你是担心我对你心怀不轨，所以想试探我的底线。那我告诉你，我的底线在这儿。你面色冷冽，你刚才已经毫无保留，甚至暗中聚了风枪。可临死之际，这少女也没有使出异能反击，顿时令你心生疑惑。于是你强忍住内心的杀意，停下了手。说 ，Kiki 被你吓得小脸惨白，此时眼神变得认真起来，看着头顶的刀锋，急切地说道：“飞机坠落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来的，于是就一直朝着你家的方向逃去。我也知道我自己有异能，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可是我那天醒了之后就发现，我听到你救了那个陈姐姐后，就说要睡她。”然后又说什么无限列车计划，听起来也特别差劲。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那种趁着末日故意骗女人的人渣。所以你淡淡的看着他，所以你担心自己找人救命，反倒误入狼窝，所以故意装昏迷，然后趁机偷袭我。Kiki 点了点头，旋即又摇了摇头。我没想偷袭你，我也是不得已的。末日之下，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如此 ，Kiki 也是如此。想着和你沟通一下，可谁知正好碰到你对他使坏，于是就把你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情急之下，干脆继续装晕。那正好，既然你觉得我是坏人，那是让我砍了你，还是你自己跳下去？别，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嘛。你留着我，
如果遇到危险，利用我的异能可以多一份保障。反正我的命也在你手上，不是吗？你闻言，目光一凝。此时心中也在思虑，这少女无比狡猾，智商也不低，对高端的科技装备如此了解，身份背景即便不是如她所说，也肯定不简单，而且还善于伪装，洞悉人心。如她所说，一开始她把你当成好色之徒，所以故意表现一副可爱少女的模样，发现你不吃这一套，又立马变脸，说出一套利益交换的说辞，结果你依然不感兴趣，直到刀刃加深，她才说出真相。在这种环境下还在试探你的底线，胆量不可谓不大。说实话，你对她根本没有什么信任，但她刚才的解释似乎又能够说得通，特别是你这2天接连遭遇了白色巨怪和那条大虫子之后，这种担忧更加浓烈，那就是这女孩的异能说不定真的有用。有道理。车轮滚动，无限号再次缓缓启动。Kiki 见你放下刀，提起的心也终于落了下去。他看着你，所以我们讲和好吗？我需要考虑。哦耶！不过还没等他高兴，你忽然又出手，一把将他拎起。要干什么？你猜？喂！我说了我们讲和。我真的错了，我没有想害你，你可不能欺负我。我不这么认为。等等，我真的没成年。无所谓。别，其实我是男的，你看我都没胸，对你来说没意思的。而且你有那个姐姐了，就别欺负我了。1号车厢里，直接一个五花大绑扔在沙发上。你正好提醒我了。既然你遇到危险会爆发异能，那关键时刻我把你当成盾牌不就行了？而且你有松绑偷袭的前科，为了保险起见，我只好多绑几层，避免你使坏。你卑鄙，你混蛋！你要是一直这样喋喋不休的话，就别怪我往你嘴里塞这个了。虽然你没有真正要欺负他的意思，让他暂时松了口气，但这可恶的家伙竟然把他绑起来，目的是用他当挡箭牌，但是太卑鄙，太可恶了。但此时他人在屋檐下，又斗不过你，他只得咬紧牙关忍下。你在瞪，屁股不想要了。你见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当即冷声道：其实才想起来自己屁股还一阵火辣辣的酸痛。半晌，他才终于声若蚊蝇地道：“你凶什么凶嘛？那我要是想上厕所怎么办？”你还没告诉我，这3天你是怎么没吃东西也没上厕所坚持下来的？前晚你又不在，我等那个姐姐睡着了。那昨晚呢？昨晚等你们俩人都睡了，我再起来的呗。天，好家伙，原来你车上养了只会偷吃的小老鼠。18点45分，夕阳落下，天空被夜色笼罩。无限号缓缓地停在了一处山涧铁道桥上面。从玉山站驶出后，除了中途短暂停了一下，你驱使着列车全力奔袭了近2个小时。此时整趟列车热浪滚滚，但很快又被逐渐加剧的风雪把温度降了下来，气温来到了零下3度，风雪忽至，车厢的玻璃上开始起雾。陈思璇拉下所有车厢的遮光罩，关上了驾驶舱的大门。列车之外是一片幽暗的山谷。1号车厢内，是吗？他一直都在装睡。不错，我俩都大意了，上让人看了个现场直播呢。我才没有，我一直闭着眼睛，什么也没看见。陈思璇闻言，脸色疼得就红了。如果只是你和他2人，哪怕在羞人，他也不会觉得什么。但此时有第三者在这里，而且还被别人看到，饶是他3观破碎，此时也觉得非常的难为情。你为什么要装睡？如果这2天不是我们照顾你，你早就死了。我只是对这个坏人不太放心罢了。是吗？那你现在放心了？我不是都说了我们讲和了吗？陈老师，谢谢你这2天照顾我，要不你帮我解开呗？我这样多难受啊！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前2天把你绑住，你不是睡得挺香的吗？陈思璇虽然性格温婉，但也不是没有脾气的。Kiki 这个举动却是把他也吓了一跳，怎么会给他好脸色？喂，你不会真打算一直这样把我拴着吧？要是遇到怪物了怎么办？没关系，比起丧尸怪物，你这个会偷袭的小偷给我们带来的隐患更大。我真的错了吗？有道理。你眉头一挑。不过鉴于你的前科，我需要对你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如果你表现良好，我会考虑只在晚上将你绑住，白天就给你放开。Kiki 气急，小腿一踢，直接躺倒在沙发上，眼睛闭上，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随便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会对我图谋不轨。现在是世界末日，每个人都朝不保夕。对我来说，怎么想办法活下去？好，那能不能在旁边的车厢给我搞个床垫啊？我过去睡，不打扰你们。不能。陈思璇脸上一烫，听到这话，神色复杂的看了一眼你。其实他心里是有些介意的，但又不好直接说。可是这时候，你忽然神色一变，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两女也当即收声。安静的车厢地板下，缓缓传来一道微妙的铁轨震颤的声音。有东西在靠近。你压低了声音，示意两人不要动。旋即，你关掉了车厢内的灯光，所有人都陷入了黑暗中。你则缓缓蹲下，将手按在列车地板上，机械之心催动，与列车融为一体，感知着外面的情况。
陈思璇眉头微蹙，他转身来到床边的窗前，伸出手指，悄悄地将遮光板抬起了一丝缝隙。当即，他瞳孔一凝，连忙惊慌地捂住了小嘴。沙发上的 Kiki 看到他的表情，顿时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你起身回头，也来到了窗边，透过缝隙朝外一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了。借着黑夜中微弱的光芒，你此时看到后车厢铁架桥的桥柱上，一条巨大的黑影正缓缓攀附上轨道，密密麻麻的爪子扣击在桥柱和铁轨上，发出细密的当当声，甚至能看到2条极长的触角在不断摆动。是那条巨虫！你心中大惊，这玩意儿怎么阴魂不散？眼看着那黑夜中的巨影缓缓靠近3号车厢的尾部，你目光一凛，当机立断，机械之心启动，你全力运转，让巨鲸03亿和环星7亿2台机车同时咆哮起来。好，此时你只有一个念头，这大虫子和那晚上的白色巨怪一样，普通的装甲根本经不起折腾。虽说你无限号外面使用的是坦克装甲车同款枪法，可你根本不敢动。嗡嗡，巨大的牵引力引得陈思璇和 Kiki 两人当即一个趔趄，列车引擎也在疯狂咆哮。陈老师，驾驶舱！你抽出短刀，大喝一声。陈思璇心跳加剧，稳住身形后也果断起身，摇摇晃晃地朝着驾驶舱跑去。无限号的突然启动，立刻让那红色的巨型油盐震怒。只听到山涧传来一道刺耳的利剑，旋即车厢就受到了一道猛烈冲撞。砰！巨大的力道直接让3号车厢整体都倾斜了起来。与此同时，整趟列车也是一起巨震，列车铁轮火花四溅，发出刺耳的嗡鸣声。不好！你冷喝一声，当即提上短刀就朝着3号车厢冲去。而 Kiki 见你们一前一后，自己的手脚却还被绑住，大叫道：“会长，你把我放开啊！”哒哒哒哒，在你的操控下，所有车厢的遮光板都齐刷刷地升了起来。你快马赶到，立刻就看到了3号车厢此时的一侧爬上了一道红色的巨虫，速度极快，那些不足如同机械钩爪一样，毫不费力的就爬上了车厢。巨大的重量顿时让3号车厢的车顶发出空空的声音。这东西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根本甩不掉，只能硬挡，得在它伤到人之前阻止它。为了怕这东西爬到车头掀翻列车，你果断地降下后车厢的尾板，看着窗外密密麻麻的不足，你只感觉头皮发凉。可此时液压尾板降下1/3，忽然卡住。大野蛋！你毫不客气，对准怪虫的腹壳，直接就是一道风枪，噗！全力灌注的一击正面击中，却只发出一道坚硬的回响，只是将那巨虫数百步足中的其中一只射断，完全没有造成什么较大的伤害。反倒是这一击引起了巨虫的注意，它快速爬上车顶，忽然卷起尾部，露出数根足有1米多长的尾针，合拢在一起，对着那钢铁尾板就是猛地一刺。砰！一股巨大的力道直接让钢铁尾板朝内凹陷出一个巨大的孔洞。这虫子力道也太大了！噔噔噔，巨虫的前半身已经爬到了2号车厢上面。Kiki 见此情景，此时一蹦一跳的来到2号车厢，他脚下一踢，竟然从防水袋的角落里找出了一把工具小刀，开始急切地割着自己脚上的尼龙扎带。空空。与此同时，一道锋利的咬合声出现在车顶上，发出恐怖的金属撕裂声。你怒极，担心车厢被它咬穿，风枪当即像不要钱似的朝着那巨虫尾部白色的软壳位置攻去。噗噗噗！这发狂的风炮终于是见到了些成效，将那虫腹上的白色软壳击碎了几块。巨大的冲击还轰出了一个血洞，墨绿色的虫血喷涌而出。那巨虫吃痛，猛地收回尾针，又是卷起，再次对准了已经凹陷的尾板。尾板要扛不住了！转身对着 Kiki 当即大喝一声，砰！巨大的尾针这次直接贯穿了车厢的尾板，刺入了车厢中。而此时的 Kiki 正蹲在地上，听到你的喊声，抬起头来，便看到无数崩碎的钢板碎片如子弹般朝他飞来。他整个人一怔，瞳孔急速放大。你见他不躲不闪，心中一沉，电光火石之间，你忽然出现在 Kiki 视线内，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面急速凝结的冰墙。你已经扑到了他身前，噗噗！蔚蓝色的冰墙刚刚凝结，几块黑色的钢铁碎片就已经深深嵌入，冰屑碎裂。Kiki 轻叫一声，整个人被你揽在怀中，闪到一旁。哎呦 ！Kiki 被你压了个结结实实，此时绑缚住手脚的绳子也都崩碎开来。他看了一眼扑在你身上的你，神色有些惊慌。喂，坏蛋，你没事吧？你挣扎起身，面色剧烈地看着他，再不帮忙，我们都得死。我试试。情急之下，他当即起身，紧咬银牙，双手慌张地一挥，大喝一声，嘿！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你眼睛一瞪，当场就起身准备骂人。可 Kiki 忽然脸色一变，指着3号车厢的方向惊叫道：“小心！”刺破了尾板的巨虫，用尾针在里面一通乱搅后，又缩了回去。他调转了方向，霎时2根猩红色的触角从尾板的孔洞探了进来。这下你和 Kiki 都看到了那张长着巨鳌的血盆大口。空空，巨虫不给你丝毫的喘息时间，直接开始撕咬已经破损的尾板。就是被这虫子钻进来，今天肯定要全部交代在这儿。你当机立断，起身抬手就是2道风枪，对准那虫子的口气，噗噗，血肉炸响，巨虫被直接命中头部，炸裂出墨绿色的血浆，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这一下那巨虫吃痛，碰巧下半截勾在了铁道旁边的一排铁网柱上，伴随着已经加速起来的无限号，巨大的牵引力差点直接将巨虫从车厢上扯下。可巨虫腹部的不足紧紧地扣住3号车厢，连带着整列列车速度骤然一降。巨大的惯性让所有人都一个趔趄。陈思璇在驾驶舱，突如其来的减速差点让他整个撞到操作台上。他回头一看，远远就看到3号车厢一条大虫子正在疯狂地挣扎攀附。此时他立马朝你大喊：“抓紧，前面转弯！”你一听，直接搂住 Kiki 的腰肢，一把抓在了3号车厢闸门的把手上。与此同时，催动机械之心开始减速，否则速度过快很容易造成列车脱轨。此时那具虫下半截被路边越来越多的铁丝网挂住，他身上的不足在车厢上拉出无数条沟痕，火花四溅。然而这时候列车转入一个弯道，巨大的离心力让那具虫下半截卷到更多的铁网柱，终于承受不住火车拉扯的力量，嘶嚎一声从3号车厢的车顶爬落，然后滚落下铁道旁的坡道中。哐当哐当，很快车厢内再次安静了下来。好险，见摆脱了那具虫，你终于松了口气。此时你后背已经完全被2
汗镜头。你们没事吧？陈思璇喊道。没事。正当你准备从 PP 身上爬起的时候，列车左侧忽然传来一道轰鸣，你身下的 PP 当即大喊：小心，他又来了！见摆脱了那具虫，你终于松了口气。此时你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你们没事吧？陈思璇喊道。没事。正当你准备从 PP 身上爬起的时候，列车左侧忽然传来一道轰鸣，你身下的 PP 当即大喊：小心，他又来了！砰！一个红色巨影赫然从侧面冲撞而来，发出一阵巨响，连带着整节车厢都完全倾倒，一边的铁轮脱离了铁轨，而你措手不及，直接被这道冲击波连人带刀给撞飞。就当你以为3号车厢要倾倒脱轨，自己要撞上车厢的时候，忽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你整个人拉住，停滞在空中。你一脸惊愕，转过头，只见 PP 此时坐了起来，朝你伸出一只手，小脸惊慌失措，双眸有着微微白色的光芒闪烁。然后这股无形的力量直接连带着3号车厢一起被压了回来，哐当哐当，铁轮再次回归轨道。这是 PP 的异能，竟然能抓起一节车厢！来不及反应，那具虫已经再次爬上了火车一侧，瞬间就从装甲格栅探出一个鳌牙，紧紧咬住。大爷的，阴魂不散啊！加速！北湾站前段有一段3公里的从山隧道。你立刻催动机械之心开始加速，同时把液压尾板继续放下。傻妞，叫谁傻妞呢 ？PP 怒极，只见你从车尾拉下那条车钩，神色凝重，用你的异能把那畜生给我拴住。PP 闻言，神色微变，目光看向那具虫，眼中少见的出现了几分认真的神色。他知道此时是生死关头，也不再跟你置气，沉声道：“好。”他眉头一皱，开始回想着刚才的感觉，抬起双手，尝试着运转着异能。哇！果然，那股无形的力量再次出现，直接将你手中的车钩拉扯出去，然后迅速伸出，缠绕住巨虫的尾部。是，那巨虫尾巴一甩，当即就让牵引车钩的传动机一阵呜咽，黑烟狂冒。没过多久，橙黄色的车灯映照出一个黝黑的隧道洞口。陈思璇紧握着驾驶舱扶手，对着身后大声提醒。那巨虫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忽然嘶嚎一声，可它此时咬在侧面装甲板上，尾巴又被金属车钩缠住，竟无法立刻脱身。给我动起来！机械之心狂暴催动，将你的气力全部用作马力驱动起来。砰！燃气轮机加电气机车共同轰燃马力，直接加速，带着前面几节车厢冲入隧道。而尾部的3号车厢传来一声巨响，红色油盐巨大的虫身直接撞在了隧道墙壁上，立马就把3号车厢挤压脱轨。巨虫凄厉的嘶嚎一声，无数部族疯狂攒动，想要逃离，可它已经被列车的惯性完全脱离，同时受到车厢重量的挤压，它身上厚重的虫甲与隧道摩擦出刺耳的巨响。而此时被你压在身下的 PP 依然紧咬牙关，双目有血丝浮现。他抬起手，死死地用那根车钩勾住巨虫的尾部，丝毫不准备让它逃脱。呲呲呲，咔咔咔，回荡在车厢内部，是一阵阵天崩地裂的震荡和嘶嚎声。3公里的隧道仿佛只是一瞬间，又仿佛过了许久。很快，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忽然消失不见，伴随着一阵金属拉扯的呜咽声，3号车厢也再次被拉回了轨道。哐当哐当，车厢内再次恢复了平静。你此时咬牙抬头，赫然看见那巨大的鳌牙仍然嵌在装甲格栅上，心中一凛，连忙回头查看，只见金属车钩如同一条粗壮的鱼线，拖拽着那具虫的小半截虫尾，在铁轨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痕迹。虫尾早已4分5裂，血肉模糊。有空！死了，臭混蛋！你他妈脑袋铁做的！你怒呼一声，此时来不及和这丫头片子斗嘴，你忍着疼痛站起身来，看着车厢外已经失去了动静的虫尸，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提着刀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车尾，探头一望，只见攀附在列车一侧的虫子躯干已经被磨碎的只剩下腹部的一层皮，以及密密麻麻的爪子，甚至有半截虫尸已经拽断，勾在了车钩上。真的死了！你此时回头看向 PP， 目光带着几分戒备。可谁知此时 PP 的2个鼻孔缓缓流出一抹嫣红的鲜血，可他却毫不在意，见你目光投来，随手将血一抹，小脸微扬，得意地看着你。怎么样？我就说你留下我有用吧。你知道怎么用异能了？好像知道了。刚才为了救你就用出来了，你看，我就说我其实是好人吧。但好奇怪，用了一下就感觉脑袋很疼，很晕。这是他精力消耗过大的缘故。大家都没事吧？青彩，多亏了你。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PP 2手叉腰，一脸愤愤不平，怎么没人感谢我呢？说着，一缕鼻血又流了出来。你眉头一皱，见 PP 脸色不对，询问道：“你感觉怎么样？”我话还没说完 ，PP 就眼神微眯，整个人晃晃荡荡的朝你倒下。他小脸贴在你胸口，在失去意识之前，他忽然伸手抓在你的胳膊上，用微弱的气息道：“别把我丢下车。”你闻言神色微动，此时看着已经昏睡过去的 PP， 那原本有些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去一点。看来这小妞也清楚他的处境，生死之际，他还是能帮得上忙的。你先看着他，我去看看情况。如果暂时没有危险了，我们就在这儿等到天明。好。你从车厢内的工具箱里拿出手电筒，从尾板跳下车来，皱眉看着那破碎的虫尸。你赶紧回到车厢，拖出那台小型吊机，将红虫的巨鳌从装甲格栅上扯开，那剩下腹部的虫尸才从列车侧面坠落在地。然后你又走到后面，解开了半截虫尾上面的车钩，收回了车上。这得修了。果然如同那丫头所说，这车需要配备一些武器和防御系统，光会跑没用。
如果不是陈思璇灵机一动，今晚上你还真有些无从下手。就当你收拾了残骸，准备回到列车的时候，你忽然感觉脚下一震，仿佛地下有什么东西在涌动。霎时，你耳边出现了一道沙沙的声音。你拿起电筒照过去，只见那列车旁边的巨大虫尸上冒出一股汹涌的黑气，而那黑气并不是往空中，反倒是被什么奇异的力量吸入了地下。你眉头一皱，迈步走了过去，耳边那沙沙的声音忽然加大，仿佛有成千上百人在呼喊嚎叫，听得人头皮发麻。什么鬼东西？你吓了一跳，猛地退后几步，远离了那黑气，那些呼喊嚎叫又变成了细微的沙沙声。仅是几个呼吸间，那黑气就消失不见，只剩下虫尸留在原地，散发着腥臭味，就好像是被这大虫吞噬了的遇难者在同时嚎叫一般，诡异无比。回到列车上，你尝试将尾板升起，虽然车身好几处破裂，但庆幸的是尾板的液压机还依然坚挺。你催动机械之心升起尾板后，看着3号车厢的狼藉，不少工具都散落一地。刚才一番大战，你此时已经是精疲力竭。好在这里是荒郊野外，巨大的动静没有引来大量的尸潮，你才能稍微喘息一下。怎么样？看着你关上门走过来，陈思璇起身问道：“暂时安全。”你目光扫去，只见那小丫头片子已经被陈思璇扶到沙发上睡着了。看得出来，这丫头刚觉醒的异能虽然强大，但精力消耗也极为夸张。虽然刚才救了你，我们还一起并肩作战，不过这女孩心思实在是有些狡猾，觉自己不一定有把握是她的对手。想到这，你开始有些犯愁。受伤了吗？皮外伤。是她今晚跑了挺远，明天看情况。我想在北湾站休整一下。北湾镇也不大，情况应该不会太复杂。过了北湾站，下一个最大的城市就是渝北城，从那里才真正进入环形轨道线。他本想说环形轨道的路况也许会更好，但此时又拿不准。毕竟这一路上没有碰到碎石段，鬼已经算是幸运。谁又知道后面的路况会更好还是更糟糕呢？黑夜中，山谷间的无限号宛如一个机械巨兽，静静地停在轨道上。3号车厢里，一幕泛荧光开始催动着机械修复技能，修复着尾板和侧翼装甲。陈思璇也没闲着，用从绿洲车队那里找到的医疗箱给你手上和脸上的伤口消毒。这时候，你看着眼前的光幕，同人满是震惊，因为你发现你的属性和技能熟练度都提升了一大截。当前机械之心等级 LV1 310-500，基础属性力量 LV1 47100，速度LV1 50%16%，防御LV1 28100，特殊技能风炮 LV1 66100，冰盾 LV1 18100。没有吞噬机械，怎么属性也会增加呢？大战之后，风炮从25直接提升到了66，冰盾上次和刘威那一下涨了5点，这次却直接涨了12点。这些如果说是因为和强敌对战所以提升更多的话，那基础属性的变化就让你看不懂了。因为以前提升属性都是通过机械吞噬获得的额外奖励，可这次力量提升了14点，速度提升了7点，连防御都增长了8点，简直不亚于你吞噬4台大型冰柜的收益了。怎么回事？你又惊又喜，你从来不知道属性还能这样增加。那我杀了那么多丧尸，怎么一点也没有提升过呢？此时你陷入了深深的疑惑，难道击杀鬼一体可以获得异能的提升吗？想来想去，这个想法最为合理。你想到最开始李大爷身上的黑色蜈蚣，家具城的那个白色人形巨怪，这2个你都没有杀死，唯独今晚上的巨虫，印象里连着出现了3次，总算是被解决。你轻叹一口气，管他呢，有收获总比没有的好。从当前的属性来看，你的力量和防御都快要升级，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消息。属性每提升1级，对你而言都是极大的实力提升。此时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江市，整个城市已经进入极夜。高空之上，那巨大的云层之中，遮天蔽日的浮空巨尸忽然一阵云气弥散，如同一座山岳遮蔽星河。整座城市里的丧尸忽然狂躁起来，无数角落中的怪物开始嘶喊，黑色的血气不受控制的从他们身上被抽离出来，一股诡异的引力渐渐吸引，仿佛天地倒转，丧尸如潮水倒灌一般纷纷倒地死去，整个城市瞬间笼罩在一股死亡的气息中。随后，那如大陆一般的浮空巨尸缓缓转向，朝着东方移动起来。一夜的休整，3号车厢的破损被你恢复了7七八八，因为实在过于疲累，等你再次睁开眼睛，是被陈思璇叫起来的。天亮了，你看。你目光聚焦，感受着窗外的阳光。此时你的手表上时间跳动在16点26分，比预期时间提前了1个半小时。你目光一震，当即便没了睡意，对陈思璇问道：“我们昨晚跑了多远？”至少有400公里。如果里程数没有显示错的话，我们离北湾镇只剩下50公里左右了。你目光扫向一旁的沙发，却看到 Kiki 早已醒来，坐在沙发上，眯着笑眼朝你挥了挥手：“你好了。”你问道：“睡了一觉舒服多了。”我好像忘了把你绑起来了。喂，我昨天还救了你。不绑也行。在你昨晚上的表现，我可以饶了你偷吃东西的问题。不过现在我问你的问题，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我还是会把你扔下去。Kiki 眉头一皱，有些害怕地看着你，支支吾吾地道：“什么问题？”关于你说你爸是玲珑集团的老板，曙光计划2级投资人这件事，是假。你不是说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吗？回答我的问题。你毫不客气地道。看着你如此严厉，一旁的陈思璇也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是真的。Kiki 没好气地看着你。你们坐直升机去哪？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知道是往大罗山方向。那你知道飞机为什么坠毁吗？ Kiki 闻言，小脸面色一变，摇了摇头。没有太多的印象。飞机忽然就失去了控制，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你眉头一皱，果然，江市上空那巨大的云团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你年纪不大，似乎对科技装备非常了解，这是为什么？那你可就小瞧我了。本小姐通晓你能想到的各类尖端信息系统，
在网上就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在之前，我连星际军最先进的超重型集成装甲的参数都能给你搞到。你这台2028年产的巨鲸031，都已经退役快10年了，很难适应跨洋轨道上的风暴。当然，你这才开出不到1000公里，离大洋轨道段还远着呢。食物、水、空气、信息、防御、医疗，可以说除了暂时没有能源的麻烦，其他都还是空白。我没说错吧？听到这话，一旁的陈思璇满脸的不可思议，难以想象这少女居然知道那么多东西。你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振振有词的少女，淡笑道：“你这么一说，你好像有更好的办法。”当然了，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了。我就算不为你这个坏人考虑，也得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吧。按现在的情况，怎么跑到景海？说说看。你的异能是可以操纵机械是吧？没错。正好。我知道一个最近的军事哨站，就在北湾县城附近，那里应该能找到不少军用物资。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你能搞到一套雷达系统。再不济能搞到一些武器，总比昨晚上你拿刀和虫子护我要好吧？军事哨站，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陈思璇惊讶道：“我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我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怎么样，我们合作吗？我拒绝啊！啊！明明刚才你还一脸兴趣满满，我忽然就冷下脸来。你……我这个人不喜欢被别人摆布。如果你觉得你觉醒了异能，就想和我对立的话，我们不如马上分出生死，也免得一路上相互猜忌。谁要和你对立啊？我可以送你去景海，反正不过是环形轨道中的一个顺路的城市而已。并不想跟你有什么交易，我们现在只能活一天是一天。如果我把你带上路，那一定是因为在路上我可以信任你，并且你又给这个团队带来价值，所以这里没人会伺候你，食物也有限，大家需要分工合作。至于你去了景海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根本不关心。你明白吗？或许别人会觉得你的想法非常短视，但身处末日，眼前的形势永远大于未来的展望。Kiki 想用这种观念与你进行谈判，以获取在列车上的特殊地位，本就是打错了算盘。Kiki 看着你，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不知为何，那笑意看起来并没有给人温暖的感觉，恰恰相反，好像只要他一转过身，那笑容之下就会变成一只恐怖的恶魔，张开獠牙将他一口吞下。面对你强势的发言 ，Kiki 目光开始有些闪烁，两人目光交汇，似乎沉默了一阵 ，Kiki 才别过了目光，在沙发上抱着自己的双腿，将下巴放在膝盖间，没有了那副洋洋得意，像是小猫一样用大眼睛望着你。说什么？那就听你的喽，反正不要让我饿肚子就行。你起身，从储物架上拿了一罐水果罐头和一包零食丢给他，声音冷冽地说道：“你以前是什么身份，我管不着。上了这个车，最好不要有其他的心思。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如果你不能让我放心的话，哪怕你再有用，我也会将你扔下去。”我叫温琪，名字也是假的？才没有，我一直都叫 Kiki， 温琪是本名。你点了点头，听出来他话中的是好之意，语气也温和了些。我可以当成这是你对我表示诚意的一种方式。那我能不能有个要求？把2号车厢让给我住。Kiki 可不想成天和你陈思璇睡在一个车厢内。没问题，不过2号车厢比较空，想要住人需要做一些准备。这个我自己会想办法。真的，我的意思是，会经过你同意，当然也需要你的帮忙喽。这还差不多。喂，坏人，那个军事哨站你还想去吗？你眉头一皱，没有陷阱吧 ？Kiki 白了你一眼，语气出奇的柔顺。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你神色微沉，你也对自己的无限列车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估，觉得当前还有许多欠缺。当 Kiki 告诉你在北湾县城有一个军事哨站，你打心底就来了兴趣。你现在急需给无限号升级装甲，补充武器。你曾设想过，一个普通的吹风机就能让你获得风炮，如果是军事武器，吞噬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惊喜。所以你都决定不能再莽撞的冲入黑夜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保手段才行。想到这里，你点了点头。说的那个军事哨点，我们可以去看看，顺便也可以在北湾镇补充一些物资。好。Kiki 眼睛一亮，指着3号车厢的方向。那咱们骑那个去。你皱眉看了他一眼，你会骑吗？骑？瞧不起谁呢？不知道本小姐以前的大名，辉月、黑旗、黑魔的，我呸！土鳖！无限号从一片山峦间疾驰而过，没过多久。原本应该逐渐开阔的视野，却被一层白色的浓雾笼罩。驾驶舱内，陈思璇一边看着行车雷达上的态势，一边眉头紧锁。下过雪还有这么大的雾，不太对劲，也是好事。你目光凝视前方的浓雾，这么大一趟车进入县城，势必引起不少幸存者的注意。这雾倒是给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陈思璇有些不安地看了看3号车厢的方向 ，Kiki 正在那里兴奋地调试着摩托车。信得过他吗？他是个聪明人，也知道这趟车没有我根本开不走。所以除非他有更好的生存策略，否则和我们合作应该是他最好的选择。哎呀，你干什么？庭晨老师，昨晚上幸好有你。可不要小看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老师。对啊，都说老师是人生的领航员，现在你倒确实是这趟车的领航员了。列车穿过道岔，开始缓缓驶入一个满是迷雾的站台，能见度非常低，只有不到几米。还是让我守车吗？是的，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防身手段，你待在这上面，我更放心一些。
那你放心吧，不会给任何人开门的。你看向他，拿出一个白色的遥控器，可以到电气机车的驾驶舱里启动列车，这是紧急制动器，关键时候可以用。这。于是你抓紧时间来到3号车厢，此时 Kitty 已经骑上了那辆摩托车，戴上了防风镜。就等你了，这车上可没多少油。这么大的雾，你可别骑太快了。废什么话，快上车！瞧你打我屁股的时候那么起劲儿，怎么抓个腰还扭捏起来了？你这么穿不怕冷吗？与此同时，负责守车的陈思璇赶紧将液压尾板收了起来。机车白色的灯光洞穿前方的迷雾，开进了一条入城的公路。迷雾之中，四周寂静无声，只有机车引擎的声音在咆哮。前面有什么东西？刚开出去几百米 ，Kitty 忽然猛捏住刹车。怎么？你问道。沙沙，啪嗒啪嗒，声音由远及近，很快变为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嘶嚎声。你和 Kitty 当即面色一变。丧尸！声音由远及近，很快变为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嘶嚎声。你和 Kitty 当即面色一变。丧尸！说话间，机车前方的浓雾中，几只丧尸忽然奔袭而出。你二话不说，抬手对着前方就是一道风枪爆手而出，将一只扑跃上来的怪尸当街爆头。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出现，瞬间将前方的怪尸轰飞开来。你立刻催动机械之心，控制了机车。身后的你忽然将它往后座一拉，自己则跨上了前座，油门一轰，再次行进。乘务有问题，你不要随意用你的能力。你心绪一转，当即便准备放弃原定的目标。你说的地方应该去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一道锋利的破空声响起，你望着前方的浓雾，当即感觉浑身汗毛一竖。你果断捏下刹车，将车头一摆，下一秒，一根如同竹竿的东西忽然就在头顶上洞穿而下，叮的一声就插在了你身侧。这是什么东西 ？Kitty 惊呼：“坏人，看上面！”这时候 ，Kitty 惊恐万分地拍了拍你的肩膀，你旋即目光向上，只见此时你们头顶的迷雾之中有一只蜘蛛形状的巨大黑影，6条完全不成比例的细长蜘蛛足，看起来似乎有10几米。这他妈的，怎么说什么来什么？你油门轰到底，朝着前方的浓雾就冲入去。烦死了！怎么不是虫子就是蜘蛛？咚咚咚，那怪蛛显然已经盯上了你，几条细长的足快速挪动，不断从浓雾中用长足插起。我走 ！Kitty 大喊，你再次捏刹车，但那怪蛛的足实在是太长，速度比你们快上不少。片刻之间，那怪蛛就伸出数条长足，提前插在了路口，堵住了你们的去路。你正准备抬手射出风炮，谁知这时候一道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陡然炸响，白色的射灯从路口的另外一个方向洞穿浓雾，刹那间，一台巨大的改装皮卡轰然冲出。砰！巨大的撞击力一下子将那怪蛛的几条长足撞倒，那怪蛛站立不稳，轰然倒下。电光火石之间，那改装皮卡一个灵活的漂移甩尾，停在了你们身前。当皮卡的后车板放下，一个约莫11、12岁的女孩朝你们疾呼：“快上来！”你立即会意，没有过多犹豫，直接捏上油门，就将机车开上了那皮卡的后车斗上。好了哥！那小女孩当即在车板一侧拍了拍，轰！没有片刻怠慢，改装皮就猛轰油门冲了出去。那怪蛛似乎感觉被戏弄，愤怒的嘶嚎一声，6条长足疯狂攀地而起，快速朝皮卡追来。你此时从机车上下来，抓紧车把，便开始朝那巨蛛反击。他连续几道风枪射出，却因为距离太远，收效甚微。此时那巨蛛长足再次袭来，你目光一闪，立马扑到那小女孩身前，抬手就是一个冰盾，噗嗤，长足洞穿了冰盾，却被挡了下来。那锋利的蜘蛛足尖几乎贴到了小女孩的面前。小女孩瞪大了眼睛，惊愕地看着你。你是异能者，刹车！刹车！有这个！好，趁你病。Kitty 此时站起身来，咬着小牙就准备施展异能，却被你一把抓住。不用了。此时那巨蛛挨了一发榴弹，发出刺耳的尖鸣，却是很快的消失在浓雾中。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喂，你叫什么名字？挺厉害的吗？小女孩她打量着眼前的你们，并没有说话，而是扣了扣后窗板的门，像是发现宝藏一般。这个男的也是个异能者。开车的男人目光瞥了瞥后视镜，头也不回的专心开车。你目光微微一凛。小女孩那句话里意味着他们2个人里有一个是异能者。我叫娄莎莎，我哥叫娄华，是个木头，不怎么会说话啊。这位是 Kitty， 你勉强一笑，感激地道：“你们也是刚到这里的吗？”娄莎莎闻言摇了摇头，眼珠子看向漫天浓雾。我们前天就到了，但都跟那些人一样被困在了这该死的屋里。什么？你说这雾出不去？Kitty 眉头当即就皱起来了，怎么会呢？就因为刚才那只蜘蛛不止。小女孩撇撇嘴，这屋里什么怪物都有，所有的电话、电台都用不了，而且如果人死了，会极快的感染成某种怪物，邪门的很。你刚才说那些人有很多人被困在这里吗？你问道。娄莎莎朝车子行进的方向摆了摆手势，被困在这里的至少有10几个车队，几百号人呢，都在那边广场上。我跟我哥本来想趁天亮找机会冲出去的，结果你闻言脸色一沉，事情似乎比你想象的要严重许多。那现在怎么办 ？Kitty 坐到了你旁边，娄莎莎朝着广场中央扬了扬下巴，那里一个叫钱宇的男人正和几个车队的领头在商议着什么。我估计还是只能冲。如果极夜前大家都出不去，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距离天黑只剩下40分钟了。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数辆汽车轰鸣以及枪械射击的声音，瞬间打破了幸存者原地离开。你和娄莎莎此时也神色戒备，去看看。只见西北方向的街道上浓雾滚滚，一阵嘶嚎和火力喷射的声音逐渐逼近。不多时，几辆军用吉普碾碎了几只诡异怪尸，突然冲杀出来。前方的钱宇一看是军用吉普，我是谁？对方火力强大了，自己就多一份保证。
大家帮忙！在巨大的火力掩护下，那几辆军用吉普很快就突破了尸潮，开进了广场。此时，更有几只被黑色怪虫控制的灰白色狮犬嚎叫着冲出尸潮，瞬间就将前方避之不及的几人扑倒在地。为了活命，当下必须和这些幸存者同一阵线！噗噗噗！几道风枪射出，将几只丧尸脑袋全部轰走。而娄莎莎兄妹俩此时也加入了战斗。只见那娄华并没有拿出身后的枪，而是直接冲上前去，单手掰断了一根路边的护栏柱，蓄力一掷，那金属管立刻就爆发一阵刺耳的破空声，将一只白色狮犬直接洞穿，连带着尸体轰飞出10几米。哇，好大的力气！他是异能者。这时候，那几辆军用吉普车上的人也纷纷下车，加入了抵抗。为首的一位是个看起来40多岁的秃顶中年人。我也来。他忽然伸手一抓，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将路边一辆废弃的公交车凭空抓起，然后抬手一挥，轰！巨大的力量瞬间将街道前方涌来的数十只怪尸，连带着几只狮犬全部碾压轰碎。巨大的动静顿时引来无数道惊异的目光，齐刷刷朝他看来。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新来的生面孔竟然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异能者。他这一下瞬间就让正在持枪抵抗的众人压力骤减。没过一会，刚刚还汹涌的尸潮渐渐退去，街道上的枪声也开始安静了下来。广场中央，几个车队的核心人物都聚在一起。原来，刚才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的这些人是北湾镇本地的幸存者。为首的中年人名叫唐海，是原来北湾站的站长。据他所说，末日来临后，他带领一部分人躲进了附近一个军事哨点的防空地堡中。你们特意从防空地堡冒险来找我们，是什么目的？那还有什么目的？当然是救你们了。那边还有条小路，我都探过了，路比较通，有大车和装甲车开路，绝对能冲出去。此话一出，场面顿时安静下来。钱宇直接冷哼一声：“当我们傻？有路你们不自己冲出去，千里迢迢来救我们，实不相瞒，大家都想逃出去。所以，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想大家联合起来，人多枪多车多，活命的机会也多一些。我们熟悉路线，而且你们这儿还有异能者。”差点把这事忘了。他直接朝那边走去，其他几个领队也赶紧跟了上去。另一边，你远远的看到钱宇等人走来，心中已然猜到了他们的目的。你刚才那一击消耗了不少体力吧？小声点，笨蛋！你们想干什么？娄华也连忙起身，站到了娄莎莎的身旁。别紧张，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一起合作。此时，这些车队领队看向你和 Kiki 的目光都变得热切起来。怎么个合作法？唐海此时也走了过来，做了个自我介绍。你看到这伙人，顿时目光微变。营地内其他的幸存者无一不是灰头土脸，而这两人却一副红光满面，让你觉得有些奇异。唐海将之前几人讨论的计划复述了一遍。可是现在天色已晚，我们这时候突围，岂不是更加危险？我觉得黑夜与否已无所谓了。这迷雾里的危险，可比黑夜要可怕得多。你们真笨啊！如果白天冲出去，我们至少能在外面有喘息的时间。大晚上冲出去，难道要在黑暗中逃20个小时吗 ？Kiki 的话让钱宇也不禁皱起了眉头。我有个建议。唐海此时站出来，刚才过来的路上已经清理了不少怪尸，要不我们趁这个机会全部转移到防空地堡那边去，那里门后通风口少，守起来比这儿安全得多。否则夜里再遇见一波，我们撑不住。一来在那里休整会相对安全一些，二来那里离城南的小路也更近一些。你听到唐海提到的防空地堡，与 Kiki 对视一眼，心中暗自思量，那不正是 Kiki 之前提到的军事哨站吗 ？Kiki 给你使了个眼色，你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这个办法不错。见你答应，众人顿时精神抖擞。钱宇默默地看了唐海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回头吩咐手下召集所有人，准备出发。车队开动，唐海的几辆军用吉普车挡后，然后是钱宇的黑胶车队，剩余的几十辆大小车队都尾随其后。娄华的皮卡和你和 Kiki 则跟在了最后。林哥哥，小心他们算计你。大家都想出去，真要乱了阵脚，肯定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我们得一起。行。滴滴滴，18点45分，黑幕降临。北湾站台上，无限号静静停靠在一片浓雾里。车上的陈思璇此时焦急无比，对讲机里传来的只有死寂般的沉默。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突然在远处响起。他立刻起身来到驾驶舱，透过车窗玻璃朝外查看，却没想居然看到了一台火车头亮着明闪闪的车灯，在远处的一侧轨道上缓缓驶入。看到这一幕，陈思璇当即捂住了嘴巴。另外一边，事情的进展比预期的要顺利许多。车队穿过一段山林，前方出现了一块写有禁地、严禁进入的告示牌。没过多久，一个规模不小的军事基地出现在车队的视线里。高墙哨堡内，一群本就躲在这个幸存者们打开了钢铁大门，让车队一个个开进哨站内。我操，还有这东西！黑胶车队上一个青年跳下车来，当即眼睛一亮，看到一台近3米高的人形战争机甲，已经坏了。唐海指挥手下关上大门，随后走过来说道：“能用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找过一遍了。”没人怀疑他的话，不过像这种军用机甲，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很快便吸引了许多幸存者围观。你自然也看到了那尊庞然巨物，此时目光闪过几分炽热。钱宇眉头一挑，当即直言不讳地道：“那不如你们加入我的车队，不管是武器、食物，我这边都管够，怎么样？”此话一出，包括那唐海在内，其他车队的目光都开始复杂起来。谁知钱宇一出口，你就直接淡笑地拒绝了：“不用了，谢谢。那这位美女呢？”钱宇忽然又把目光放在 Kiki 身上，要不要考虑加入我的团队 ？Kiki 听到这话，脸色古怪的在你身上瞄了一眼。怎么，你们是情侣？不是，
亲戚也不是。既然非亲非故，那就没关系啊。这车队欢迎有能之士。这位美女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单独给你准备一辆房车，吃喝物资全都管够。此话一出，你眼中当即闪过一丝杀意。噗！一道厉风炸响，啪！钱宇前额挂着的墨镜忽然被直接轰碎，咔咔咔咔！下一刹那，他身后的手下纷纷抬枪，火药味骤起。当我面挖我的人，是不是觉得我杀你会不好意思？你目光微冷，一股强横的震慑力自你身上而出。刚才刹那间，竟然有一种濒死的寒意，自己差点死了。我再杀了你！是吗？那你开枪吧，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怎么打架？正好我也眼馋你们那10几车的好东西。喂，坏人，要不我们把他们……此话一出，周围其他车队的人顿时就面色大变，纷纷不自觉地往后退。钱宇眼中的怒火忽然一滞，他抬手制止了身后的人，神色阴晴不定地看着你，心里顿时有些不淡定了。你们要干嘛？与此同时，大高个楼华也手拿一把机枪跟在身后。我们是一伙的，姓钱的，有本事你开枪试试。钱宇目光扫过虎视眈眈的几人，神色阴晴不定，半晌才咬牙认怂。兄弟，别介意，我只是欣赏奔着合作的目的说话的。大家别激动，现在生死攸关，都先考虑考虑当下的处境吧。这时候，唐海终于插嘴进来，他一副和事佬的模样。你们是吗？最好是这样想的。那是当然，我知道大家相互之间肯定是不信任的，没关系，我也不信任你们。几个月，我们在这个防空洞待了几个月，现在几十号人都在这儿，把你们带进来，其实对我们才是风险巨大。难道这还看不出来我们合作的诚意吗？那我们今晚可以待在里面吗？当然可以，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进防空洞里面休息。你正中下怀，本就准备进那个防空洞里面探探。你借着这个由头探探唐海的口风，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答应。你和 Kiki 穿过个车队的人群，走向了那山脚下的防空洞。Kiki 跟了上来。坏人，我们的机车还在那车上呢。怎么，你想开进防空洞里面去吗？唐海身边的冯玉明跟了上来，目光游移的在你们身上扫过，也没有多说什么。走到前面带路，你目光一震，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哨站。从铁门进入，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掏空的山体空间。穿过空旷的机库，冯玉明走在前面，你们随着楼梯走下地下设施中。唐海这边的幸存者已经正三三两两的围坐在大厅里吃东西，那边有仓库、宿舍、作战室，还有个军械库，随你们待啊。冯玉明默然给你们介绍了一番，旋即便准备转身离开。你二话不说，在那些幸存者的目光下，直接带着 Kiki 就朝那走廊深处的军械库房走去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这儿。可惜。你找了个角落靠坐下来，没有管他。你此时闭目养神，暗中将手放到了作战台上。机械之心启动。不过很快你就意识到，这套指挥系统并不只是一套服务器和信息设备，而是一个连接整个哨站系统的集成枢纽。这套系统的庞大超出了你的预料，顿时让你的精力快速的在流失。你大惊失色，正当准备停下时，你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地下工事下方居然还有一个秘密电梯。此时那个电梯正在向下运转，你眉头一皱，当即起身看向外面的大厅，并没有任何动静。察觉到异常的你，心头顿时谨慎起来。唐海。人去哪儿了？你悄无声息地走出作战室，在基地里四处探查了一番，不仅没有找到电梯入口，也没有发现唐海和冯玉明的影子。你关上铁门，再次返回了作战室。你深吸了一口气，这次直接全力运转机械之心，尝试用这个作战枢纽连通整个基地的通路。不多时，你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大量精气，脸色有些疲惫。可当你利用作战中心枢纽扫描了整座基地的机械结构和通路之后，你忽然猛地睁开眼，目有金电狠厉之色闪过。良久，你冷喝一声“操”，你神色大变，额头冷汗狂冒。思索片刻，你直接抱起 Kiki 走进了那军械库中，锁上了大门。军械库中的臭味让熟睡中的 Kiki 眉头微微皱起。你打开手电筒，将它挪到了最里面发电机的旁边。你关上手电筒，将手放到那发电机组上，重新扫描。果然，黑暗中你目光凝重，连心跳都不由得加快了几分。好臭啊！熟睡中的 Kiki 半梦半醒地说道。你一把掐在他小脸上，将他掐醒，然后捂住了他的嘴巴，指了指旁边的墙壁。Kiki 此时也认真起来，强忍着恶心，凑近墙壁，将耳朵贴在上面。轰隆隆，轰隆隆，一阵细微的机械运转声从墙壁另一侧传来。Kiki 脸色一变，看向你，眼中满是惊骇。你对他点了点头，然后松开了手。他们想干什么？ Kiki 压低了声音，惊慌地道：“我大概猜到了。”你沉声道：“把你刚才扫描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另外一套备用能源。Kiki 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你沉声道：“这套电力系统是独立的，适用于供给基地防御系统以及一段短途支线铁道的接触网供电。支线铁道。唐海那波人是想用火车逃跑，有这个可能。那他们有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要这个坏东西？那我们快走！走，走哪儿去？我们现在走，车队肯定也会大乱，到时候更麻烦。 那我们现在留在这里不也是等死吗？你记得你开始说过一句话。哪句话？如果现在逃，即便逃出迷雾，外面也是黑夜。哦，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在天亮前动手，会比这更早一些。所以，睡觉。你疯了！必须睡觉，你一定要先休息，有了精神，待会儿才能配合我的计划。
说完，你一把拉过他，告诉了他一个大胆的想法。Kiki 听到你的计划，脸色微变。你不再说话，伸手放在那发电机组上面，开始运转机械吞噬。吞噬进度1%。你看着光幕中缓慢的进度，额头开始有细密的汗水渗出。3人原来如此，这帮混蛋的真正目的，第一次吞噬这么庞大的系统，难度远超想象，而且体力已经损耗了太多，能否支撑到吞噬完毕的那一刻？好在机械吞噬已经升到 LV2， 效率比起原来已经提升了不少。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已经是半夜5点，吞噬进度99%。就在这时，一道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忽然响彻整个哨所。什么声音？怎么了？快起来！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吓得魂飞魄散。防空警报！快走！那些怪物来了！快发动车，冲出去！整个哨站大乱，无数人惊慌失措，疯狂地发动引擎，朝着大门的方向冲去。可此时，哨站的大门却被几个巨大的石墩和铁马堵死。妈的，谁干的？快把这些东西挪开！他话音刚落，哨站外围的黑暗中便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嘶嚎声，无数的丧尸、诡异怪尸、狮犬、黑色蜈蚣在迷雾中如潮水般朝着哨所内涌入。快冲出去！一时间，整个哨站沦为人间地狱。轰隆隆！此时，军械库的墙壁忽然被你一拳轰开，你抱着 Kiki 从里面冲了出来，然后直接朝防空洞机库的方向跑去。你吞噬完了 ，Kiki 惊呼：差不多了，你们冲出防空洞。此时山坡下，钱宇的黑胶车队已经冲开了大门，疯狂地朝着外面逃窜。无数的丧尸蜂拥而入，顿时引起里面的一阵惨烈尖叫。走！你抱着 Kiki 直接从山坡上滑下，冲向了远处停靠在铁道上的一辆混入电力的车队。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方向也驶来几辆军用吉普车。唐海和冯玉明此时乘坐小型电梯从某个秘密的地下设施中出来，看着惨烈的大院，唐海神色忧虑。那2个人呢？冯玉明对几个手下问道。没找到。难道他们跟着出去了？冯玉明回头看向敞开的防空洞大门。我进去看看。不好！玉明，那群家伙杀回来了！巨型卡车橘黄色的大灯冲破迷雾，风挡和铲板上满是各类丧尸的残肢断骨。悍然再次冲进了哨所，哒哒哒哒！冯玉明这边的人当即开火，而黑胶车队这边也不甘示弱，带着怒火直接往里面冲，窗口伸出枪管开始射击。一个不剩，给老子全都干掉！霎时，2拨人马开始倾泻交火。与此同时，无数的丧尸和狮犬也源源不断地从四周的黑雾中涌现，场面立即变得无比混乱。你冲火车！副驾上的莎莎指着前方大喊道。楼华一踩油门，当即准备直接冲入顶道。可此时唐海那边10几个枪手开始开枪，子弹倾泻下，他只能猛打方向盘，又迂回到冲入的大院之中。比起火力，黑胶车队人多势众，打了唐海这边一个措手不及。敢跟老子耍花招，早他妈看出来你们有问题。旋即，他抬头看到唐海已经将不少车辆装上火车，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想跑，门都没有，老鹰，干掉他！和亚洲并行。你说要干掉谁呀？此时的冯玉明，一只手变成了黑色的昆虫利爪，半边脸呈甲壳状，头顶还长出2根尖刺，那副模样已经完全不像是一个人了。你看到这一幕的钱宇，脑袋陷入短暂的空白。砰砰砰！钱宇条件反射地掏出手枪清空子弹，却见冯玉明抬起那黑色的甲壳利爪护住面门和胸口，手枪子弹打在上面，竟然如打在钢铁之上，火花四溅。钱宇慌了，一起对冯玉明射击，哒哒哒，一连串枪响却没有打在冯玉明身上。钱宇目瞪口呆，他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凉意，回头一看，只见那原来跟在他背后的一个胖子领队，此时正用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他，目光阴翳。钱宇眉心中枪，满是不甘心的倒下。浓雾下的 T34哨所，黑胶车队死伤殆尽，丧尸和怪物伴随着幸存者们的惨叫，让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人间炼狱。冯玉明此时变成了那副半虫怪人的模样，似乎散发着无尽的戾气。他直接上前捡起钱宇的手枪，随手干掉了2名逃窜的幸存者，然后朝着站台走去。站台上的唐海此时看着手下占了上风，还没有松口气，脸色忽然大变。是那只污猪！话音刚落，几个拼死抵抗的幸存者忽然感觉前方的丧尸群一空，还没反应过来，灯光下的雾气中就出现了一只巨型的蜘蛛。唐海吓得面色一白，直接爬上那货运火车头的车厢，对手下喊道：“玉明，快都上车，我们准备出发！”哒哒哒哒，嘣！尸潮中，一辆皮卡忽然冲出来，沿着山坡就准备往铁道上冲。唐海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这时候，一个黑影冲将出来，直接从侧面撞向那皮卡，巨大的力道直接让那改装过的皮卡失去控制，翻倒出去。楼华一把抱住妹妹，打开车门翻滚出来，而他们的车则翻滚下了山坡。想跑哪儿去啊？带着讥笑直接抬起那利爪对着楼华捅去，谁知楼华忽然起身，一把抓住了他的虫爪，闷喝一声，将冯玉明整个人抛投出去。好大的力气，不过还是个低级货。一声傲然的冷喝，黑刺诡异的从雾中爆射而出，楼华避之不及，直接抬手挡住，噗嗤，黑刺直接贯穿了他的胳膊。小心！这时候，冯玉明似乎感应到一股寒意，脑袋微微一偏，下一瞬，他的左耳应声爆碎，噗噗噗！霎时，几道风枪从站台后方袭来，唐海这边几个没反应过来的枪手应声倒地。我就知道你们2个家伙肯定藏在什么地方，想渔翁得利，真以为有异能
就很了不起吗？你只感觉一股冷风席卷前方雾气，下意识就一道风枪朝前方射出，砰！如同击打在金属表面，瞳孔一缩，直接原地跃出。而这时候，冯玉明也突然爆射而出，一爪轰击在你刚才所藏身的青石上，竟然连同厚重的青石也一起封锁。他攻势不减，又快速的朝你躲闪，身位猛刺。破空声响起，一根带着绒毛从天而降的猪足突然坠下，震得你和冯玉明双双爆头，哒哒哒！与此同时，唐海这边的枪手也开始发难，一部分朝着雾柱射击，一部分则对准你三面受敌，原地一个翻滚就跃下站台，往火车下方钻去。那小姑娘呢？再不出来，你们可就没机会了。冯玉明一直在防备着 Kiki 的出手，你心中微凛，这家伙的异能等级和实战经验远超我的意料。你在找我吗？正当这时，一道轻灵的声音响起。冯玉明和唐海此时循着声音望去，却看到防空洞堡垒上的1130近防炮探照灯忽然亮起。呜！一道隐秘电击的声音响起，炮座机台精准旋转，11管30毫米火炮炮口带着一股地狱般的气息，火控雷达和光电官瞄同时启动。不可能！唐海看到这个画面，整个人都懵了。此时，防空洞地下工事的作战信息室内 ，Kiki 就在被你成功修复并完成自己的近防炮操作系统前，快速的圈出了几个热点目标。随后，他轻轻拍了拍面前的话筒，清了清嗓子，对着广播说道：“几个臭混蛋，拜拜！”随后按动了开火键，嘟嘟嘟嘟嘟嘟嘟。下一瞬间，令人头皮发麻的火炮急射声响彻天际，剧烈的火光甚至照亮了半个站台。这台每分钟发射量1万发的防空武器，此时将火炮口对准了山坡下引来的尸潮、巨大的雾珠以及冯玉明。冯玉明眼看着那炮管快速朝他瞄准过来，心头一凉，还意图抬起黑爪格挡。可仅是一瞬间，他整个人就直接被狂暴的金属射流轰成一片血，轰轰轰轰轰！此时，躲在火车下的你感受到车轮的移动，心头顿时一紧，你连忙将手抓在车底，准备催动机械之心将火车控制下来。可你的能力刚一展开，你就感到不妙，这列车比你想象的要庞大不少，以你现在的体力，根本没办法短时间形成控制。糟了！可下一瞬间，刚启动的火车前方传来一声轰隆的巨大金属撞击响声，连带着所有的车厢都停滞了下来。你赶紧从车下闪身出来，只见铁道前方一辆更为庞大的红色钢铁巨兽出现在迷雾中，挡住了唐海的路线。无限好！突如其来的撞击让唐海和背脊扑在车底，满脸是血。他惊愕地爬起来，赫然发现一台赤红色的巨鲸03亿重型燃气轮机车拖曳着长长的车厢，诡异地出现在他前方。唐海此时脸都绿了，整个人像是见鬼一般。